你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屁股底下有一圈魔法阵，身边还站了几个奇怪的灰袍人。嘿嘿，只要献祭这小子，母神一定会开心的。献祭魔法阵，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自己不知道通过了多少遍的游戏《诸神黄昏》的剧情吗？记得当时是要打第17周目刷奖杯来着，正熬夜干着呢，两眼一黑就到游戏里了。没记错的话，现在应该是在剧情开场的 CG 阶段，女主教廷的候补圣女瑶西被密教徒绑架，准备放到台上献祭。而在动手之前，密教徒们决定热身，先向母神献上一道开胃小菜，自然就是你了。原剧情中是你的死亡刺激了女主，于是圣女潜能觉醒，反杀密教徒。大祭司这会念咒呢，欲望的母神，你的教徒向您呼唤，将祭台上的一位黑孩童奉献于您。按照常规剧本，这会儿你应该紧抱住一大腿，想办法激活他的圣女体质就能保住一条命。可你呵呵一笑，转头问圣女：“我有个办法能拯救我们的性命，但关键在你身上。”游戏疑惑：“你需要我做什么呢？”呵呵一笑，那就是向圣光女神发誓，出去后不准举报我。他点点头。多年后，已身为大主教的瑶西看着他的教皇，总会回想起这个阴暗潮湿的地牢，以及当时你脸上的纯真笑容，并感到由衷的后悔。你佯装颤抖：“叔叔，我能留下遗言吗？”大祭司笑了，嘎嘎，当然可以。按照设定，祭品越是凄惨绝望，母神越是喜悦。一个娇生惯养的小贵族能干什么呢？无非就是哭闹几句。然而你快速开口：“欲望月亮的母神，伟大的生育注目，临界之上的永恒母性。”啊！等等，他发现了不对劲，不对啊，你的遗言分明念的都是我的词儿啊！不对，比起我的词儿更精准、更准确。这时你嘿嘿一笑，这是至诚之人的赞歌，是灵魂的盛宴。您亲自的信徒小凡将祭坛上的11.4名黑异端奉献于您，要您与我共进晚餐。大祭司瞪大双眼，倒反天罡啊！不很快笑出声，这小鬼真是天真。要知道，他们起码要送念4小时，而且这小子锚定语还错了，这样是会触动母神，招来施罚的。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。我的恐怖降临，没错，你通关17次之后，游戏早就不知道更新几个版本了。大祭司他们念的都是1.0的远古词儿，召唤麻烦不说，最起码得吟唱4小时才能锚定虚空中的生命母神。你用的3.0版本中，只需要加入更准确的锚定语，一键就能招来邪神，而且还能一次性吸多名祭品。那些信徒们身体扭动，随后化作了飞灰。大祭司懵了，我搁这又是奏乐又是跳舞，呼唤10几20次，女神才会淡淡的回一个哦。这富二代的小屁孩随便喊一声，女神就噼里噼里来了，我成小丑了。被划回地之前，他痛快哀嚎：“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！你背命天人，你是密教的异端，异端越是反对我，越说明我做对了。”大祭司彻底疯狂！咱俩到底谁才是密教徒啊？话还没说完，化作了灰烬。与此同时，受到精纯能量涌入你体内，这是母神的嘉奖。称号介绍是：年纪轻轻就如此血气心肠，此子不除，日后必成教廷大患，魔德巨波。效果是现金回报率提高10%。除了称号以外，生命母神还赐予了一个魔法。生命女神的馈赠效果绝对是人人喊打，其实就是个减速魔法，但视觉冲击真的很大。再看下一个魔法血腥洗礼，效果是每周只可使用2次，修改中阶或者中阶以下的任意魔法或者称号名称，但这个删减内容不可增添文字，而且删减内容不可超过原文本2/3。简单来说就是个改名卡，看起来很废物，只能删，还没法删光，但对于你来说太有用了。顶这个生命记者的称号满世界跑，还不得被教廷抓起审判？要先搞，想想怎么修改啊。称号方面就删去血腥，删去大患，删去魔道。称号介绍就变成了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心肠，此子不除，日后必成教廷巨擘。很好，看起来就前途无量。接下来是称号本身，初出茅庐的生命记者，既要改的信达雅，又不能被人看出来，还要往光明方向靠拢，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感觉。有了，大手一挥，出生者啊，出生，多么优雅准确的形容词，就好像出生的太阳一样崭新而富有生机，象征着一名正道信心初次诞生。就再把血腥洗礼改成洗礼，这魔法瞬间圣光起来了。全部完善后，你们被救出去，回到自己的贵族宅邸。没错，补充一下背景设定，你还是一个贵族子嗣。另一头，候补圣女瑶西自从跟你分别后就夜不能寐，当时献祭的场景真的太吓人了。那个贵族少爷这样子会在密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，可偏偏他还发誓过不能举报你，不行，一定要把他拉回正轨。于是硬着头皮来到星辰家族的庄园。你好，我是相反的朋友。女仆叹气，请不要说谎，少爷并没有朋友。原来因为你出生那天就克死了自己的母亲，被称为诅咒的怪物黑暗之子，不只是朋友，就连家里这些下人都讨厌你。瑶西怔住了，
一直以为这个小少爷出身优越，养尊处优，但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番过往。既然如此，更要劝他迷途知返，不能让他在密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女不待在道爷做，废弃回他钱。少爷从小就被禁足在这里，见到一面的瞬间，他深吸口气。那个关于血祭的事情，我没有向教廷提起过。你现在应该已经得到生命母神的赐福了吧？但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这力量太过邪恶。我知道你这是第一次，而且是为了自保，献祭的还都是邪恶的坏人。其实我不是第一次。游戏里我把祭坛当银行刷的，缺技能缺钱了，就刷图几万人就过去了。密教很可怕，尝过第一次甜头后，便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这次事儿我会当作没看到，但我希望你能放弃母神的赐福，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吧。我知道你放弃得之不易的力量很难，但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。你说的对。我说你说服我了。我小凡平生最讨厌的就是邪恶的密教徒，他们欺男霸女，简直就是畜生里的畜生啊！姚希捏紧了兜里的小抄，如何去说萧凡回头是岸3个步骤，我这才进行到洗礼的第一步，晓之以理呢，这怎么就捏脚有泪？我知道我犯下的罪孽，血祭了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那些都是恶徒了，都是为了自保，你是无罪的。等等，明明我是来劝阻他的，怎么变成鼓励了？你语气讲，我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赎清我的罪孽，也为了以后好监视我，永不献祭无辜百姓，请让我加入光辉教廷赎罪吧。不是，原本只是想劝这家伙回头是岸，怎么就超额完成任务把他召唤入伍了呢？你笑了，没错，光辉教廷的审核极其严格，世俗贵族想加入教廷，必须要相关的神职人员举荐背书。试问还有谁的保证比后不生女更有说服力呢？姚希犹豫，你不适合走教廷的路子啊。这说的很体面，低情商说法就是我们不接受诅咒之子。你一看表情就知道动摇了，这下稳了。捏紧了口袋的小抄，忽悠姚希召唤入伍的3个步骤。接下来是第2步，动之以情，面带哀伤。姚希，我知道我是不被祝福的孩子，出生起人们就说我是诅咒之子，我还害死了母亲。但尽管是这样的我，生而黑暗的我，在内心深处也憧憬着光明。哪怕前路艰难，生来就不被祝福，我也想尝试走出这座灰塔，走入那份阳光。这倒是实话，你当然憧憬光辉教廷的编制福利了，谁愿意做地下道的黑暗叔叔啊？反倒是小圣女面色难看，她先天耳根子软，最看不得别人打感情牌。等会儿你用的都是我的招啊！不对，要坚持。想一下，他血祭了10几个密教徒，还要被女仆讨厌，还有本身就是诅咒之子，可你下一句话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倘若连诅咒之子都能成为教廷升官，这岂不正说明教廷的伟大和包容吗？没错，计划第3步，教廷又添一步救赎神话。得了，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姚希硬着头皮，我可以向教廷推荐你，但是入教测试你得自己通过。等他走后，门后传来敲门声，主人，修女大人已经走了。按照您之前的吩咐，我完美扮演好了被我说主人坏话的阴暗女仆角色。你点点头。温雅贤是你从奴隶市场买回来，又是天之女仆还是死士护卫，有4阶实力。没错，你从来都没有被家族歧视，也没有被下人看低过，从小也没有什么悲惨经历变成童年，更不住在废弃的灰塔中，一切都是演给小圣女看的。选秀嘛，参赛选手当然要表现的惨一点。那接下来就是去参加光辉教廷的入教考核了。你刚走进教堂，老神父手一扇，抱歉，小范先生，你的圣遗祭还没做完，我们关门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说完轻哼一声，害死母亲的诅咒之子，现在怎么什么人都能生育被教徒了？你一脸平静，不能通融下吗？抱歉，哪怕您是贵族，也没特权。开玩笑，他作为前山信徒，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纨绔子弟。入教考核可不能靠金钱贿赂，我把他拦在门外，是为了保护那神圣的教堂不受资本的腐蚀。你呵呵一笑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认为我是靠钱才获得举荐的，对吧？您误会了，您才不是的。不过我只是不想让金钱的铜臭来到女神堂前。你笑了，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有钱。这货就这么承认了？而更让他震惊的是你接下来的举动：一袋沉甸的金币放在柜台，粗略估计少说60枚。这行贿居然如此光明正大，这钱就先交给你保管了哈。我现在能进去了吧？老神父抹吞口水，这是你的预备圣徒证明，进去受封吧。等你走进教堂后，在神像面前祈祷，与此同时，白金色的能量缓缓反馈到你体内。你笑了，果然在神教这里还可以再领一次献祭奖励。简单来说，由于你献祭了11名密教徒，生命母神收获了黑暗祭品，会给你一份赐福。另一边，在光辉教廷这儿，你的战绩也显示消灭了邪恶的密教徒，光明女神也会给你一份赐福。这叫什么？双赢！生命母神赢一次，光明女神赢一次。省略一下，我信圣光不等于我不献祭。女神的赐福都很丰厚，魔力提升到了2阶，与此同时还获得了个新技能万物生长。听起来挺不错，但实际上相当鸡肋。一是持续时间短，二是增长的太有限。但如果和黑暗系的技能一起用，那就相当逆天了。先用生命母神的馈赠让敌人怀孕，接着再用2次万物生长。肚子里的虚空生命直接破体而出。哥们儿，生意
行了。与此同时，圣光越来越亮，仪式到了巅峰。趁此机会，你把称号给挂在了头上，旁边的妹子们都惊了。天啊，这小帅哥还有称号，这是得到女神的喜爱了吗？你笑了，怎么可能？光明女神才不会喜欢我呢。但是嘛，这会儿把生命母神给的称号带上去，任谁都会觉得这是光明女神的赐福。这一招就叫张冠李戴。而这边的骚乱也引起了姚天昊主教的注意，带着圣女走过来。什么情况？连门口的老神父都好奇的凑了过来。这是哪家主教或者斯铎家的孩子这么优秀？结果凑了过来，就看到你头上赫然顶了3个大字：出生者。旁边的圣女小姐有点迷惑，出生者这什么称号？不过听起来倒也挺正能量的。初次诞生，给人那种万物进发、生机勃勃的感觉。再看称号介绍，年纪轻轻就如此心肠，此子不除，日后必成教廷巨擘。原来如此，那次献祭恐怕也是为了救自己做的无奈之举吧？姚天昊笑了，好孩子，你就是萧凡吧？恭喜你！老神父利弗脸色有点难看，怎么是这样子啊？转身想溜，没想到你话锋一转。实不相瞒，姚天昊主教，我一直想为教堂贡献一份力量，于是带了一份礼物。神父先生，麻烦将我放在您那保管的金币还给我吧。这话一出，教堂安静了。主教眯着眼睛，利弗冷汗直流。不是你小子第一次行贿吗？抖出来后，我虽然受罚，你也跑不掉，一并开除校籍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有这回事吗？您再仔细回忆回忆。干这行这么多年，到口袋里的金币我就没吐出去过。姚天昊收起笑容，小凡，你说清楚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只是把金币暂时寄放在您这儿而已。莫非您误会了什么？想起你进门时的话，这钱就先交给你保管了哈。难怪这小子当时如此光明正大，但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您只是进去了一小会儿，完全没有必要把钱交给我保管吧？哦，这不是你要求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要求了？等等，我只是不想让金钱的铜臭来到女神堂前。不是，我那句话是比喻啊，比喻，意思是要赶紧走，不是要你把钱给我保管，完事了再还给你。坏了，汗流浃背了。主教姚天昊闭上双眼，利弗神父，萧凡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他没说话，你倒先开口了。我向光明女神起誓，为人话语句句属实，没有捏造。在宗教的世界里，誓言神圣而不可侵犯，违背了是遭受神罚的。姚天昊真信了。利弗垂头丧气，行吧，认栽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萧凡大人的确给了我个袋子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所以不清楚。哦，那么请您将我那120枚金币还给我吧。你小子黑吃黑是吧？明明给我60枚金币，哪里120枚？还有，这小子刚刚不是发誓吗？怎么又开始说谎了？等等，利弗发现了滑点。我向光明女神起誓，为人话语句句属实，没有捏造。这他喵原来是一句分割线啊！以上的话句句属实，以下的话全是假话是吧？老头气的牙齿都要碎了呀！你他喵！俺老孙就人家都发过誓了，再让他发一遍，这会显得自己不是好歹。又或者说，坦白钱袋里只有60枚金币，可前脚刚说自己还没来得及查看啊，硬了，拳头硬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这就给您取。含泪掏出自己的积蓄，一并交了出去。哪曾想你看都没看，转手就要钱袋交给主教，这是我代表个人奉献给教堂的11礼。这里给大家省个流，11礼就是捐赠给教廷的善款，简单来说就是做慈善。姚天昊却摆摆手，120枚金币太多了，孩子，超出单人奉献的最大额度了。你一脸虔诚，那就给60枚金币吧，这是我的一番心意。利弗的老脸都抽紧了，难受吗？非不是，你明明1分钱都没有花，那都是我的钱，凭啥钱是你的，名声也是你的？拿赃款献给女神，还是一番心意？你小子心是真脏啊！大伙都脏，凭什么这小子能被光明女神看上？还自己称号，就比他年轻，长得帅，还是富二代。临走前你掏出1枚金币，对了，这个给您，算是帮我保管钱袋的小费。致命一击，老神父是感觉心脏都快气喷血了呀！强忍笑容，对不起，我们是神职人员，不能收任何私人礼物，哪怕1枚金币都不行。看到了你头顶上那明晃晃的称号“出生者”，真是出生啊！经常献祭的朋友都知道，用人骨搭建祭坛，在献上祭品就能得到生命母神的青睐。密教徒董洪石的确也是这么想的，只要把那个绑来的小子往祭坛上这么一献祭，母神肯定就会降下赐福。可被绑架者你呵呵一笑，那人骨做祭坛，创意的确不错，但业务素质太差劲。你摇头，这骨头年龄太老，生命母神更喜欢年轻的婴儿骸骨，要是糊弄过关，反而会惹他生气，降低回报率。董洪是懵了，那该怎么办？你伸出一根手指，经常献祭的朋友都知道，若是缺少婴儿骸骨，可以用新鲜的小猪骨头代替，生命母神分辨不出来，而且猪骨头更便宜，市价2铜币1斤。
这都行。至于为啥你会被绑来当祭品呢？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半年之前。彼时密教徒董红石绑了个新人质，准备带回去做祭品。没错，这家伙他挂了很久了，正是最近风头正劲的圣光赐福者外加诅咒之子小凡。身负这俩头衔，要是献给母神，回馈的赐福至少得是高阶。想到此，不禁感慨这次行动的轻松，得亏了那些无良小报的宣传，他对这小子的日常活动才了如指掌。今年19岁，在光辉教廷上班，喝酒今天浅尝，也不抽烟，每天睡前必定一杯热牛奶，20分钟体操。他观察了好几天，他回家的那条路又小又偏，简直就是绑票的最好地点。今天那个实力高强的女仆也不在，于是今晚他下手了，3下5除2，明明带走，嘎嘎，爽歪歪。而他没注意到的是，一个身影正高速跟在马车后面的阴影里面，另一头虽然被绑着，但也暗笑钓鱼成功计划通，故意雇佣无良报纸开盒自己的信息并大肆宣传，就是为了被绑架。没办法，这群密教徒平时神出鬼没，跟下水道的老鼠似的，根本没机会下手。这下好了，当然你也设置了保险，贴身女仆温雅贤4星强者，必要时可以保命。至于为啥不让他直接出手，让我独享经验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走流程了，被放到祭坛上准备骨头，密教徒们念咒语。献祭一开始，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10几名密教徒围绕中，董红石笑了，用猪骨头献祭糊弄母神，你这是在欺骗，这是亵渎，你不屑一笑，连撒谎都害羞。拜托，我们密教是黑暗组织，你这种人怎么有脸混黑道的？董红石好气，不是，到底谁是密教徒？你环顾四周，你这个灵塔的摆放也有问题，那边的人肉块应该放在东南方位，不然会影响献祭的效率。当然，这也不怪你，一般新手都会犯这种错误。一名新同道的头将黑暗之塔移到东南方位，顿时阴风阵阵，周围似乎变得更暗了。老大，真的有用？董红石懵了。这小子不是被圣光赐福过的准圣徒吗？怎么比我还专业？好气！一挥手，时间到了，准备开始吟唱仪式。他高举双手吟唱：欲望月亮的母神，伟大的生育之母。可有人这时插嘴：欲望月亮的母神，伟大的生育之母。这是至诚之人的赞歌，是灵魂的试验，是血肉的拯救。董红石懵了，谁在说话？等等，你这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！这时，你最后一句话落地，您虔诚的信徒小凡奉上礼物，将今天的17名黑暗异端奉献于您，由您与我共进晚餐。等一下，我 go！ 很快，17名邪教徒纷纷化为灰烬，受到精纯能量涌入你体内，已献祭1名1阶信徒乘17，转化为5点生命点。你舒服了，钓鱼计划圆满成功，而且这还没完，马上赶往教廷，跪在神像前祈祷。果不其然，白金色的能量缓缓反馈到你体内，检测到信徒已铲除16个1阶密教徒，1个2阶密教徒，获得女神赐福，智力属性+5。舒服，刚从皇军那领了赏钱，又可以从光辉教廷这儿贪污点军费，这叫什么？双赢，就是你赢2次。接下来如法炮制，又刷了好几波密教徒，依旧是双倍奖励，真正做到了更产业化、更程序化、更流水线化。这天前往教廷准备领奖励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男人跪在神像前祈祷，身边还围着一大堆一脸崇拜的女孩，等了老半天他也不走。这位公子还没祈祷完吗？后面都排着队呢。一旁老神父冷笑，嘎嘎嘎，这位大人是贵族秦霸天之子，即将继承圣徒的光辉之人，神子称号辉光之子的金元昊阁下。哦，原来神像前跪了3个男人吗？老神父脸色一沉，请你保持敬畏。今夜过后，金元昊大人便将晋升2阶，和你这种人完全不同。而且他可是圣女大人的青梅竹马，大家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此时金元昊缓缓起身，诅咒之子，你不服气？好家伙，难怪火药味这么重，原来是把我当成情敌了。呵呵一笑，话说跪了这么久，你的腿不会麻吗？谁跟你讨论我腿麻不麻？不跪久一点，怎么显示出我的虔诚呢？跪得越久，血票越多，这家伙到底懂不懂啊？在信仰面前，我从未麻木过。哦，不麻走2步。金元昊，彻底等等，先深吸口气。我的身体虽然麻木，但我的心灵依旧清醒。他当然有骄傲的资本，是个贵族，他父亲专门耗费了不小精力派兵围了好几处密教据点，就等着他上门消灭呢。到时候功劳一刷，再加上虔诚人设，这光辉教廷还不得给自己升职啊？到时候小圣女不也就啊，没麻就走2步。金元昊满脸黑线，能不能别让我腿把的话题啦？你呵呵一笑，那我们换个话题。心灵清醒的金元昊先生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这句话的确戳中他的痛点。贵族家的小儿子，武力课老爸能帮着刷战绩，文化课没人帮忙不行啊！咬牙切齿，卑贱的
诅咒之子，也怕是从未踏入过密教的祭坛吧？今夜凌晨时刻，我将驰骋在血与光的战场上，而你懦弱无能的小少爷，你就继续躲在你城堡里瑟瑟发抖吧。你十分诧异，你的功课直到凌晨才能做完吗？有点可怜。景元昊，彻底疯狂！希望你在圣徒侧身的时候，嘴巴还像今天这么硬。说完，他狠狠撞了你的肩膀，扬长而去。你摇摇头，这年轻人戳一下就急眼。今夜凌晨行动是吧？要是这位小朋友发现周边的怪都被自己贴刷掉了，会不会急得哭出来？接下来的血月之夜，你如法炮制，一个个巢穴杀过去，很快你就能发现10里的密教徒全部回归母神。数量足够多的时候，此时系统提示检测到献祭100名1阶密教徒，10名2阶密教徒，受红月以及出生者称号影响，献祭效果提升40%。因今日所献生日礼物丰厚，生命母神感到欢欣喜悦，赐予神赐称号。称号渐入佳境的死亡东西。称号效果呢，就是可以对施术对象叠加一次相同的黑暗魔法 buff 效果。这个称号和初出茅庐的生命力者这种资源型称号不同，属于给敌人上 buff 的类型，例如削弱诅咒敌人50%护甲，那用这个称号技能就可以再来一次，省流一下啊，效果双倍。呵呵一笑，洗礼发动。字数的确是要删改一下的，不然一听就是黑暗系称号，只能留3个字对吧？东西2字听起来正面可以留，就这2个了。死亡这个太敏感了，肯定要删掉。渐入佳境这几个字中间得选一个，就选剑吧。称号剑东西，逐渐升起的东边夕阳，多正能量啊！一听就是正经人士。而且新称号还有个好处，那就是换上以后可以开小号了，戴个面具顶上新称号，没人认得出来啊。另一头，秦云浩也穿好父亲买的神圣长袍，戴上父亲给的红宝石手杖，带着父亲给的圣骑团出发前去剿灭密教徒。嘎嘎嘎！虽然按照女神规则，得自己亲手剿灭密教徒才能获得信仰点，但谁也没规定手下把敌人打到残血，我补最后一刀就不算我的人头呀。这可没作弊啊，这是我祖辈几代人的努力换来的回报呀。到时候我16岁就成了2阶术士，圣女瑶希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，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指可待呀。出发前他找到瑶希，今夜的荣誉都献给您，我的圣女。瑶希一脸问号，你谁？秦昊转身，我必将今夜取得的一切荣誉献给您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不一会儿，他带队前往密教徒藏身的山洞，巨大的祭坛竖立在山洞中间。秦云浩掏出法杖一挥，缓缓发光。突然，他放下法杖，人呢？我出发时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高高兴兴来剿密教徒，结果这贼窝干净的跟被舔过一样。上骑士队长火令挠挠头，那个少爷。是不是胆小的密教徒们害怕您的威严，提前逃窜了？秦昊点点头，没错，肯定是被本大爷的英姿吓跑了，领着队伍向下一个地点出发。可结果呢？没人，还是没人啊！当然了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附近的祭典早就被刷完了，一直忙活到了凌晨3点。秦云浩站在一处新祭坛前，这里不仅一个密教徒都没有，就连地上都被拖得干干净净。霍灵呵呵一笑，也许秦云浩阁下今天密教徒调学放假了。众所周知啊，血月是生命母神降临的日子，相当于新年。秦云浩牙齿都快要碎了。血月之日，献祭效果提升30%，这时候放假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霍灵儿神色自若，这恰好说明我的想法正确，节假日才有3倍加班工资嘛。闭上你的嘴！霍灵儿脸色一沉，小少爷，我陪你玩了大半夜游戏，跟你台阶你不下，这样不好吧？哨哨几声，圣骑士们纷纷拔出武器。你的父亲也不想这样吧？欺骗圣骑士可是违背女神教义，也许明年选举他就不是司铎了。秦云浩脸都气红了，这定然是有人提前清理的密教据点，人群中有叛徒啊！真是疯了！小少爷，既然无密教徒可杀，我们可就先回去了。秦云浩气啊，一定是有人抢了我的怪！该死的，到底是谁？我不信邪，继续找。终于在一处山洞，他看到了一个戴面具的人，头上3字称号剑东西，脚边还躺着密教徒们的尸体。总算找到了让我饱受耻辱的罪魁祸首。无奈秦元昊，说出你的名字，我要和你决斗，荣誉的决斗。你呵呵一笑，就叫我宪宗好了。我接受你的决斗，这一定是一场荣誉之战。秦云浩目不转睛盯着动作，同时攥紧了胸口护符，这是他父亲花重金配置的，能抵御2次魔法。这个宪宗会有什么？是杀伤力极高的火球，还是德鲁伊系的植物魔法呢？随后你的身上慢慢发出光芒，技能神的馈赠。秦云浩热血沸腾，好，这名字一定是圣光系的祝福魔法吧？果然是一场荣誉之战。很快被光芒笼罩，不对劲啊，肚子怎么这么疼？低头一看，没错，生命女神的馈赠，中此魔法者腹部会孕育虚空生命，体验到分娩的感觉，行动速度减少20%，持续10分钟。腹部内还传来一股邪恶气息。等下，我的防护服呢？不是，那抵挡魔法吗？你呵呵一笑，因为这是馈赠呀。
这到底是哪个缺德神的规则？秦云浩双眼通红，头头法杖，一跃翻身上马，当场开溜。他是真的好贱，这他喵不是容易决斗吗？怎么还得逃跑了？听得肚子心上爱马，刚准备追，一道声音传来：神的馈赠。我不是中招了吗？这还能重复的？等等，下一秒他发现身下的小木马肚子慢慢大了起来，受惊后当场把秦元浩摔翻在地。景元浩彻底疯狂！他喵的刁民，该操老子的马！强忍剧痛，丢了一个风精灵的祝福，抵消减速效果，勉强追上，接着挥动法杖，头上的称号闪闪发光，这是光明女神赐福过的光辉之人。下一刻，称号技能光辉之枪，轰隆一声，你的马匹应声而倒，只能步行。秦云浩笑容癫狂，姐，你已经跑不掉了。可面前那人却平静站在地上，慢慢转身，这笑容怎么这么开朗，这么阳光？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呵呵一笑，头上称号闪闪发光，捡东西，启动！双倍 buff， 神的馈赠，再来一次。秦云浩身形一顿，腹部又大了1倍。这破玩意儿还能用2次？不是，同样的负面状态不是不能反复套的吗？而你只是平静的伸出手指勾了勾，你过来呀！秦云浩追呀，你就跑啊！他再追呀，你再跑啊！几分钟后追到面前，他发出了狞笑：小子，虽然你还能跑，但我有风精灵的祝福，总算被我逮到了吧？而且我身上还有定位道具，已经呼唤了骑士团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死吗？可你呵呵一笑，我在拖时间呀！下一刻，手掌绽放辉光，这是光明魔法。这玩意儿秦云浩还不陌生，这是最纯粹也是最烂大街的圣光魔法，效果很简单，中此魔法者年龄增长半年，身体状态为半年后持续1分钟。关键是这个魔法本身也没太大用处，普通人身体状态半年后能强到哪去？所以也算是个冷门魔法吧。等一下，有点不对劲啊！没错，你这个魔法不是对他用的，而是对他肚子里的虚空生命。一发万物生长是半年。下一刻，称号捡东西，启动！又一发光芒落到他肚子上，秦云浩隐隐猜到了一个事实，但他不愿意面对，虚空生命的孕期是1年，那我是男的，他们要从哪里出来呢？半秒后，他临盆了，是个龙凤胎。而这回让我们暂时把时间拉回到10分钟前，圣骑士火灵儿带领部下按照定位道具的指引赶到了战场，营救雇主秦元浩。一路上他们看到了一匹被光枪贯穿的马匹，他认得出这是秦元浩独有的技能，皱了皱眉，看起来并不是他遭受袭击了，相反很可能是他袭击了别人。顺着痕迹继续往前追，于是隔着老远便看到了眼前这一幕，秦元浩双眼通红，流着口水，那眼瞳中散发的绝对是颇着的杀气啊！而且这家伙腹部隆起，散发着相当不祥的气息，拿圣枪刺向那少年的狰狞模样和平时的温文尔雅完全是2个人。相反，那个被袭击的少年没有丝毫怨恨，甚至面露悲悯，非但没有躲避，对秦昊释放的魔法也不是什么诅咒，而是圣光类型的祝福术。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魔法，但火灵从他光芒上能肯定，那一定是个圣光系的祝福技能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，对方都杀他了，却仍然对敌人发出祝福嘛？这除了疯子，便只有圣人了。这一刻，骑士长对秦昊彻底失望了，与大部队失联，就是为了追杀这样一个少年嘛？就在此时，异变突生，秦昊的圣枪被挡下后，脸色狰狞可怕，诡异气息孕育开来，火灵儿飞速靠近秦昊。而这时，一个沉稳温柔的声音响起：“不要过来，很危险。”竟然是那位被袭击的少年嘛？你悲悯天人，目光落在秦昊身上是那么的怜悯和温柔，甚至能看到隐隐泪光闪烁其中。我本来想用圣光祝福阻止他的，没想到晚了一步。他可真傻啊！明明这么年轻，却信奉邪恶的母神，被识破后竟然将自己献给了虚空。哎，秦元昊嘴都气歪了呀！你他妈在说什么屁话？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不全是被你害的吗？但偏偏痛得说不出话呀，巴菲！生两个真的好痛！秦元昊将了他头，高声大喊：“你！”而且让他感觉更难受的是，这货又开始说屁话了。孩子，我并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很自责，我原谅你了。虽然你一路追杀我，但我并没有怨恨你。秦元昊一口老血喷出，我眼中还有血泪。你头顶附下称号捡东西，温柔摇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向光明女神起誓，我从未怨恨过你，也从未攻击过你，我只会祝福你，愿主宽恕你的罪孽。技能万物生长落到他身上，你说的全是真话，因为的确没攻击过，用的都是祝福魔法。听了誓言，火灵和他的属下们恍然大悟。众所周知，向神发起的誓言是不能撒谎的，而且一路上的痕迹他们也查看了，这少年甚至没还过手。你们自己受伤，也要阻止秦元昊的堕落，不然的话，他对人家释放祝福魔法是干嘛？秦元昊此时的状态，定然是在献祭自己，召唤恶魔了。这瞬间，火灵儿突然脑补出了一套剧情，懂了，他
全都懂了。为什么之前秦元昊带他们猎巫，每次前往据点都找不到密教徒？现在可是红月之日，这么多密教徒要举行仪式呢，这不符合常理。但如果是有内鬼通风报信，那一切就都合理了。而且他还要将这些锅嫁祸给另一个无辜之人，这样才符合他的谎言。有人提前清理了据点，抢走了他的猎物，而这个正义少年就是嫁祸对象，所以他才脱离大部队，秘密前来追杀。路上收集的马车就是证据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不敌，正好破关破山，彻底封控后，用自己的生命献祭来召唤虚空恶魔。突然，秦昊大叫。下身瞬间爆炸，两只虚空蛾从中钻出，刚一出生就找到秦元昊。妈妈饿小喝奶，很快秦昊就被啃食大半。没错，这就是虚空生物的特性，脱啃生物体来获取营养。接着他们突然转头，火亮劲爆大喊放火！20名圣骑士纷纷迎上起来，厚重的圣光交叠在一起，形成了层层护盾。可等级差距太大，两只虚空蛾轻轻一撞，5层圣光应声而碎。火灵儿冷汗直冒，准备升剑，随后拿出一道长弓，一箭射出，当的一声，虚空蛾轻松将其弹开，身上只有一道血痕。圣骑士们纷纷射出箭矢，这一套操作反而激怒了虚空蛾，他们浮空撞击护盾，很快护盾即将碎裂。你悄悄打开怀表，还剩10秒的存在时间。没错，生命母神的馈赠所诞生的虚空生命只能最多存在1分钟。接下来，火灵儿看到了那一只新的一幕，那个正义少年居然主动走过来引走了虚空蛾。他这辈子见过好人，也见过大好人，可却从未见过圣人。这人之前舍身救秦元昊已经很不可思议，没想到现在竟然主动靠近，而且他更没想到的是，你下一步动作他在干什么？只见你走到面前，甚至没有理会即将袭来的虚空蛾，而是半跪在地，垂下眼眸，那眼神中满是悲悯和温柔。懂了，他全都懂了。他这是在为秦元昊默哀而超度吗？为想要杀死自己的恶人超度？天啊！这少年手抚摸过秦元昊胸口，轻轻帮他整理衣襟，随后火焰腾空而起，覆盖了亡者尸体，迅速将其蒸发，让他体面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你满脸笑容，愿你的灵魂能得到安宁，荣归女神的天国。没错，刚顺手已经把他胸口的防护服揣进了兜里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刚才你发现这货居然还有一口气，要是醒过来，事情不全暴露了吗？火焰魔法，您就安心上路吧啊！与此同时，虚空蛾也向你扑了过来，你心中默数，还有3秒。轻叹一声，天生万物一养人，世人犹怨天不忍。话音刚落，两只虚空蛾已经撞到你身上。此时，防护护符自动激发，等到烟雾散去，你双手向下一伸，众目睽睽下，两只虚空蛾瞬间灰飞烟灭。火灵儿惊了呀！刚才这是在吟唱？这他喵的难道是圣剑魔法？等一下，很快他联想了一种可能，懂了，他全都懂了。刚才那招的威力，毫无疑问一定是圣剑魔法啊！而众所周知，整个边境教廷也就大主教一个圣者，这位只能是上面派来的人秘密来访。是了，就是为了这次圣骑士秦元昊堕落为异端的事件啊！此时，你头顶上的称号闪闪发亮，他心中一动，见东西，当真是相当别致的神赐称号啊！这位大人难道从一开始就怀疑秦元昊了吗？刚才是在给他最后的机会，所以被打了一不还手。想到这儿，当即担心下跪，不知大人如何称呼？你呵呵一笑，叫我宪宗就好了。火灵儿实在太想进步了，宪宗大人，在下是教廷3阶圣骑士火灵儿，为了报答您的救命之恩，我准备了一点礼物。他双手一掏，那张射伤虚空蛾的圣弓被递了过来。破碎的圣弓，中阶高品质圣遗物，可发射3阶圣魔法圣光之剑，每剑消耗战绩点4。你却摇头，我不是为了接受礼物才选择成为一名圣徒的，这东西可是要消耗战绩点的，只有圣骑士才能使用，而且我拉都拉不动。火灵一愣，若您不满意的话，我这里还有。你双手一推，小老弟咋回事啊？话说的这么直白，宪宗大哥需要你的礼物吗？是你需要宪宗大哥收，不是宪宗大哥要。小同志想进步，还需要多多努力啊！你一脸正气，火灵儿小姐，我是不会接受任何礼物的，你不必多言。但天快亮了，我的坐骑被秦元昊射杀了，请问我能用你的马吗？火灵儿悟了，我们队伍里也没有多余的坐骑了，不过这匹马暂时没有主人，可以借给您带不回城。随后，一只浑身雪白、头顶镀下小马被牵了过来，这正是秦元昊心爱的小母马。圣兽独角马，中阶圣品质，技能庇护，骑在独角马上能抵御部分低阶诅咒。你呵呵一笑，这孩子真是有心了，那我就借用一下吧。对了，你今夜是来猎巫的吧？火灵点点头，不瞒您说，我们这次红月猎巫可能会颗粒无收了。你呵呵一笑，往南走50里，可以看到一条河流，顺河流而下有一个山洞，那里就是一处密教据点。火灵正要道谢，你摆摆手，你只需答应我，如果你以后
在密教据点找到极品孩童，请不要清理他们，若不方便处理，便送到我弟子萧凡的府上吧。当然，这件事情你们需要向光明女神发誓，不能泄露出去。火灵大脑当场宕机，懂了，终于懂了，怪不得最近这段时间萧凡立志要加入教廷，怪不得他这么拼命的学习进步，原来是被宪宗大人收为弟子了。宪宗大人面对堕落的秦元昊都这么不留余地的开导拯救他，一定是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第二天，你在神像面前倾听奖励，瑶溪却突然出现，他一脸严肃，跟我来。你有点小慌，难道是昨天做的事儿被人发现了？不对啊，宪宗大哥杀的人和我萧凡有啥关系啊？他掏出一本小册子，4天后你就去帝都做圣徒笔试了。听说你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，这是我学习做的笔记，也许对你有用，果断收下。要知道，瑶溪在设定里可是全国笔试第1名，要放到上辈子，这可是状元笔记啊！还没完，瑶溪掏出一个木箱，里面这是他以前使用的法杖，辉光法杖2阶极品品质。效果：受到神明赐福的法杖，可施展中阶及以下的全属性魔法。使用圣光魔法时，有50%的概率消耗魔法点减半。你挠挠头，那你用什么？我不需要了，教廷马上要给我发新的法杖，明天我估计就要离开边境都市，前往总教堂。你点头，为什么给我呢？因为你需要它。诅咒之子成为圣徒可是很艰难的，另外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得还你个人情。瑶溪摇摇头，教廷有很多问题，我其实一直都知道，但我无法改变。诅咒之子能成为圣徒，教廷创立1000年来从来没人做到过。我希望你能成为先例，也希望你能带来改变。萧凡，尽管前路艰难，也请让我刮目相看吧。你呵呵一笑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，我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而这之后，你前往了帝都，在解决完边境都市的一系列事件后，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帝都赶考。很快来到帝都的宿舍，一进门就看到个壮汉，想起来了，这个人不是自己的老乡，有着边境大公子之称的满谷吗？传闻此人飞扬跋扈，乃是正米字旗的大贵族一枚。他神情桀骜，萧凡，我怎么之前没在贵族身上看到你？怎么沦落到和平民厮混了？是不是没钱了？你叹口气，我也希望是这样就好了。实际上，也就是想体验一下平民生活。满谷上前一步，最近你很嚣张啊！我怎么嚣张了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？而且听说那个秦元昊都在你小石头上吃了鳖。哼，每天刻苦学习，真是好笑。你知不知道边境都市谁才是青年的老大呢？你莫名其妙，满谷，你究竟想说什么啊？他在这凑近，我是想问你这么嚣张，是不是对明天的考试很有自信？所以呢，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我认你当老大，明天的卷子能不能给我抄一抄？一阵无语，满谷讪讪一笑，我可以给你金币，就当是给老大的供奉了。得了，和老乡说话就是亲切，一开口就是熟悉的优良品格，怪不得这小子刚才要打听是不是没钱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此时又传来的声音，满谷不要失了贵族的体面。说话之人手端着红茶，气质优雅，头顶称号女神的月光，也是你的老乡，边境贵族冷风，主打一个精致优雅人设。他细品红茶，我们要公平竞争，不能作弊，这就是圣徒的优雅和坦诚，是最高贵的品质。满谷立马打断，哦，那你看书了吗？当然没有，鄙人以字为看。那你骄傲什么？如果我看了书，看到题目时，脑子就会有了书上答案，我把脑子里参考答案抄到卷子上，那不就成了抄答案作弊了吗？这对其他考生不公平，所以我才一字未看。作为一名诚实而公平的圣徒，不能接受任何作弊的行为。那你考试的时候怎么办？冷风呵呵一笑，女神会眷顾诚实高贵之人，而我的内心必将会尊重女神的指引，选择那正确的道路。满谷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兄弟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你冷汗直流，这不就靠蒙吗？我的寝室里为什么会是这俩卧龙凤雏？满谷道，按照区划分，老大，我们仨都是边境都市来的，还都是光辉教派，自然被分到一块了。得了，小小的边境都市竟然出了我们3个人才。接着满谷继续补充，本来应该是4个人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秦元昊没来。哦，他请假休学了，是病假，可以算是产假，也算是病假嘛。那他什么时候假期结束呢？一般都是10个月，但他比较快啊，这么久啊？没去接受圣光的治愈吗？接受了，所以他比较快。死得很快。第二天，光辉圣徒第3考场114号房间，入学考试正式开始。主考官是来自秩序教廷的温云汉司铎。你拿到考卷翻考一看，稳了，和小时候你给的笔记里一模一样啊！半小时后举手示意，温云汉凑近一看，来自边境都市的萧凡，称号是出生者吗？走到身边，温云汉先生，请问我可以提前交卷吗？周围的考生们鼻尖顿时一颤，哪里来的畜生？考试不是才刚开始半小时，你就要交卷了吗？坏了，汗流浃背了。莫非这题其实很简单，只有自己做得如此头疼吗？温云汉摇摇头。考试开始1个小时后才能交卷，你做完了就仔细检查。等等，不对劲，
仔细一看，这厮好像只做了最后一面，前面根本没做。难道这小子清楚知道考试规则，也知道只有1小时后自己才能收走卷子？你内心一笑，没错，就是故意倒着做，表现的像是做完了，目的只是为了给其他考生上强度。只要大家成绩下来了，我的自然就提高了。而且这行为都是合法的，没有作弊，也没有违背规则。温约翰观察四周，发现好几名考生开始焦躁不安，全是秩序的行为，却带来了混乱。这小子难道是换了神选吗？咳嗽一声，继续考试。这位同学，你前面的题目还没做完呢。此话一出，考生们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。又过去半小时，你再次举手，温约翰气势汹汹，这小子既然你要扰乱秩序，那我就把你的卷子给没收了。可当他定睛一看，发现上面真的写满了答案，而且还都是正确的。当然了，还得感谢生命母神的洗礼，你的记忆力现在出奇的好，又经过了1个月的疯狂恶补学习，当然能做完。众目睽睽之下起身离开，这下子周围的考生们心跳都慢了半拍，甚至还能听到你故意压低声音的自言自语，全是做过的原题，一模一样，真的太简单了。温约翰嘴角抽搐，此乃谎言。世界上的题目都是原创编写的，怎么可能有原题？可他却感到骚乱在考生们的心中蔓延，大家议论纷纷。见鬼，难怪他做得这么快，难道只有我没看过原题？不会除我之外，大家都做过吧？温约翰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这货做的一切都踩在规则线上：一，没有传递答案；二，没有影响考场秩序。没错，这货是出了考场亲声说的。不过还好，这厮终于走了。大部分考生肯定不会相信有什么原题的，但他悬着的心还没放下一半，又有个人接着大喊：交卷！考场顿时寂静。大家回头一看，称号光辉的幼师也是边境读师来的，难道真的有原题泄露？混乱进步蔓延，很多考生不免开始怀疑人生。温约翰拿起满谷的卷子，发现上面一片空白，这是何等的歹毒心肠，何等邪恶的混乱思想，又是何等的觉悟啊！关键是他的样子真的很有自信。边境读士都是这种混乱邪恶的妖怪吗？咬牙切齿啊！这位考生，你还没写完，可别后悔。满谷点点头，我不会后悔的，交卷吧。其实啊，他交卷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从考试开始，他就在等着你给他传答案呢。结果左等右等就是没消息。看到你交卷那一刻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其他考生们压力之风上升，冷汗下来了。这货笑得这么自信，怎么可能没写完？一定是主考官怕他们压力大，故意说这些话来安慰大家的。温约翰只能默默放心。这时，又有人具有示意，整个考场的考生彻底凤凰！他喵的，果然有原题泄露，而且自己还没看见，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提前交卷呢？温约翰差点脑溢血啊！看了一下他卷子上信息，他喵的，这货也是边境都市来的。这3个边境都市来的畜生！冷风更加自信，虽然他的题目全是乱写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女生肯定会眷顾他的，就算乱写也都会是正确的。温约翰斯朵脸色铁青，这货完美避开了正确答案，他的样子真的很自信优雅，相当胸有成竹，充满说服力。周围的考生也没人怀疑他，连续3个人提前交卷，所有考生的心态彻底炸裂了。此时此刻，温约翰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：穷山恶水出刁民啊！而另一边，你第一个走出考场后被记者包围。这位考生，请问你感觉这次考试的难度怎么样？你呵呵一笑，太过简单，我全部做过。记者点点头，那你平时为了考试一定非常努力吧？你摆摆手，那当然，如果考不上圣徒，就只能回家继承家里的金矿了。那作为第一个出考场的考生，您方便留下姓名吗？留姓名啊，大手一挥，叫我满谷吧。边境都市太阳家族的满谷。说完彻底考场，虽然头顶还有出生者的称号，但无所谓。刚到帝都，谁知道出生者是你萧凡呢？帝都这么大，考生这么多，很快第2位考生走出考场，记者们十分郁闷，这人也是提前1小时交卷？难道真的和刚刚那位满谷说的一样，这次考试非常简单吗？请问这位考生，这次考试内容是不是十分简单？你也做过原题吗？满谷一脸懵逼，简单还有原题吗？他不到啊，他只做了选择题，但此时被叫来网上采访，只好糊弄过去了，自信一笑。记者们十分兴奋，难道真的有原题泄露？大新闻啊！您方便留个姓名吗？满谷瞬间察觉到了危险，他可不是傻瓜。如果报纸把他的名字登上头条，远在边境的老爹看到他提前出考场，还考得那么差，那岂不是完蛋了 ？CPU 飞速运转，已知萧凡第一个走出考场，这家伙肯定早就接受采访了，也留下了名字。他聪明的大脑早已经找到答案里，自信一笑，我叫冷风，来自边境都市月亮家族的冷风。冷兄，就由你来代替我承受压力吧，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好兄弟。最后潇洒离去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人物？至于头上顶着的光辉幼师称号，根本无所谓，反正也没留下真名。他刚到帝都，谁知道幼师是他满谷呢？帝都这么大，考生这么多，镜头一切，冷风优雅一笑，鄙人清元昊，边境教廷司铎之子。要知道，冷风的信条就是优雅和严谨。
作为一名优雅贵族，谦虚和低调是必不可少的美德。他深知自己的优秀，木秀于林，风必吹之。要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张扬，早就提前交卷了。永远的第3名是他的信条，既不张扬，又不会落后。叹了口气，可惜优秀的人正如黑夜中的萤火虫一般，引得这些记者们纷纷前来采访，就让自己成为一段帝都的传说吧。他很清楚，你和满谷已经离开考场，所以记者肯定也登记了他们的名字。但是他还可以用正在休病假的秦昊的名字呀，都是老乡，想必他一定不会介意。而且秦昊躺在病床上，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睡在首都报纸，他一定会欣慰，从心里感到温暖吧。绝不是因为担心考砸的丢脸。至于头上的女神的月光称号，根本没所谓，反正没留下名字。他刚到帝都，谁又知道月光是他冷封的？帝都这么大，考生这么多。1天后，边境都市满谷家族庄园内，满地大公看向报纸哈大笑。他们太阳家族一直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没有文化，也从来没出过神官，故而常常被人调戏为莽夫家族。而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。等一看见报纸头条，第一个出考场，还提前交卷，本身满爹心里一扬，毕竟他的崽他清楚得很，也许是根本不会做，随便写写也就出来了。但记了接下来的报道，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满谷亲口表示，本次考试太过简单，全都是他做过的原题，只有笨蛋才会做不出来。稳了，他们老满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出了个文科状元。满爹走了起来，准备去萧凡和冷风家散步。我不小心迷路了，怎么就走到你们家了？哦，对了，我报纸这里脏了，你帮我看看。爽啊！与此同时，萧凡家族庄园内，作为历史最不优异的边境家族，萧凡家族只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有钱，钱太多了，根本花不完。萧爹对此十分发愁，纯金的茶杯，纯金的座椅，纯金的书桌，家里太贫穷了，只剩钱了。但他十分高兴，刚才听说圣徒考试有3名边境都市学生提前交卷，他可是慌得不行。满谷、冷风、秦元昊，唯独就是没有萧凡。太棒了！之前这小子天天疯了一样的学习，他也很担心，万一自家孩子考上了，真成了状元，家里的金矿怎么办？都是瞎操心。萧凡还是原来那个萧凡，到时候该把哪个金矿给他去管理呢？时间来到中午，秦昊家族的安息墓园，一排排墓碑矗立在此。此时此刻，秦霸天汗流浃背。帝都新闻第3栏，第3位做出考场的学生，边境教廷的秦元昊，阳光灿烂。阳光灿烂！他死死盯着儿子的秘密墓碑，吞了个口水。这就是信仰迷教的代价吗？儿子复活赛打赢了，秦霸天非常惊悚。与此同时，你正在查看明天的考场，发现周围考生死死盯着你，你习以为常。上辈子考第1的时候，经常被人这么对待，呵呵一笑。再盯着我看，我就朗读选择题和填空题的答案了。整个大厅瞬间寂静，考生们纷纷移开目光，毕竟谁也不想和年级第1对答案，特别是在考试的第2天，这道理无论哪个世界都一样。每人挑选4个魔法，然后跟考官对战，考官会变成和你一模一样的初始状态。这时候有什么方法能战胜考官呢？此时考场2楼，主考官林婉儿眯着眼，一旁的老主要呵呵一笑。林婉儿思夺，你最看好哪位考生呢？我看这个叫萧凡的学生就很不错。林婉儿冷笑，边境来的能有什么本事？老主教摇摇头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喜欢边境人。林婉儿点点头，毕竟边境来的总有股味道，要知道他可是土生土长的帝都贵族，家里还跟王室有血缘关系，本人更是个魔法天才，24岁就已经是4阶高手。刚才温云汉师兄才找上他，列出了3个名字，并叮嘱他要提防这3个边境来的，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毕竟是边境来的土著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另一边，你回了宿舍，看见满谷浑身发抖，他正拿着一份帝都晨报。第1位出考场的考生太阳家族的满谷接受采访，满谷亲口表示，本次考试非常简单，只有笨蛋才做不出来。我不是第2个才出来的吗？有刁民在害我！冷风推开房门，满谷有你父亲发来的电报，他双目圆瞪。电报上，他老爹狠狠地表扬了他一顿，并且还把他的事迹在家乡大肆宣传，甚至还宣布全领地放假1天，大了横幅庆祝满谷大公子摘取文科冠冕，衣锦还乡。满谷手段是一抖，他老爹可是半神级骑士，要是到时候挂科回家，能遭得住老爹的毒打吗？冷风接过报纸，第2位出考场的学生冷月家族冷风接受采访。啥情况？我什么时候第2个交卷了？有刁民在害我啊！明明我永远都要的是第3名啊！好难受，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。你好奇接过晨报，第3位出考场的考生秦霸天之子秦元昊接受采访。秦元昊从坟墓里打赢复活赛啦！有刁民在害我！很快你们都发现了滑点，一定是有人在冒用姓名。看来边境老乡挺心有灵犀的。你们心中响起同样的声音：好卑鄙的家伙，居然和我用同样的招式！你呵呵一笑，要不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冷风一挥手，只有你的名字被别人冒用，抵什么抵？你摇摇头，我和秦元昊是出生入死的关系，你用了他的名字，就相当于用了我的。内心一笑，出生入死嘛，你出生，秦昊入死，没毛病啊。满谷脸色一沉，还是抵不了。你们失去的面子，他可是很可能失去生命啊！他咬牙，
小凡，你明明都收了钱，不是说好要帮我通过考试的吗？你呵呵一笑，什么叫收了钱？莽夫说话就是粗糙，这收的不是钱，是进不激进。而且你确定你挂科了？满谷一愣，选择题还是做了的。你看冷风，哼，女生会见过我的。行吧，这俩卧龙凤雏看来是无了。怎么说呢？还是帮你们一下吧。你们凤儿过来。明天只需这班区考试必拿下。他们俩眼前一亮，高啊，小樊兄！我的计划正是需要觉悟和意志才能完成试炼，你们能有这个觉悟吗？此时阳光叫你照成一明一暗，冷飞一脸崇拜这个萧凡，品味和修养竟然远在自己之上，那优雅的绅士精神更是将他彻底征服。也正如萧凡所说，唯有最高贵的眼神、最坚持不懈的毅力、最优雅高贵的灵魂，才能完成这份宏伟计划。冷风射手，萧凡兄，我给你干了！为了伟大的事业，我已经做好了觉悟。满谷双手一抱拳，萧凡老大，俺也一样。第二天考试现场，今天午试内容是和身为4级4组的考官林婉儿对战。他呵呵一笑，请你们发挥勇气、坚持不懈和智慧这3大美德，用尽全力来战胜我吧！考生们一片哗然，战胜一名准4级4夺嘛？开什么玩笑？他呵呵一笑，当然没那么离谱。考试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4个魔法，而我也会变成跟你们一模一样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你们需要挑战的是自己。给大家省流一下，就是搭配4个技能挑战镜像版的自己，可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除了境界和技能，考官有更加丰富的经验，这才是难点。林婉儿打了个哈欠，无聊，真无聊。这考生最好的也才不过坚持了5分14秒11，真是一群没用的外地人，土包子。很快就留的112号满谷上场考试，周围考生们都对他充满期待。要知道，之前的考生都被林婉儿虐得不行，这个第2个走出考场的男人能做到吗？林婉儿打了个哈欠，一份同样的授权书出现在2人面前，签下这份授权，圣界炼金法阵授权转换，炼金仿生就会启动，我们会达成完全公平的条件，也就是说，我会完全变成你签下授权时的状态，而考试成绩也完全由秩序天平决定。哼，真是弱小而浮夸的人。想起师兄叮嘱他要小心边境的这几个刺头，呵呵，杂鱼而已，有什么好小心的？想着刷几笔签授权书，满谷自信一笑。在开始前，我准备一下，反正是很快结束考试，准备什么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回想起你的话语，勇气正是力量的源泉。下一刻，这个家伙居然一把扯下了衣服，又迅速脱掉裤子，唯一的装饰只剩那条金色内裤。随后立刻签上授权，确认授权，考官将会完全复制您签署时的所有状态，称号除外。林婉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衣物全部消失，现在她有着强壮的肉体、肌肉丰盈的棱角，以及和满谷一模一样的金色内裤。大热天，她冷得浑身发抖，而她的心灵比身体更加寒冷。你这个该死的边境来的下等人啊！彻底忍住！他决定了，一定要用最残忍、最侮辱的方式来羞辱他。先看看这家伙学了哪些魔法，再根据魔法破解出最优组合，打开面板一查。等等，怎么一个魔法都没有？满谷呵呵一笑，说明书上说过，我可以自由选择魔法的技格进行装备，一个都不装备也是一种自由装备。萧凡兄说过，以我的惊世智慧，没有魔法的组合便是最好的组合。林婉儿真的好气，那你在法杖做什么？满谷举起棍状物体，谁说这是法杖？这是我的少剑。林婉儿彻底麻木，咱们这是术士考试。大哥，满谷会中大爆，您曾言勇气、坚持、智慧便是这次考试的3大准则，而我将向您展示的便是光辉较天的勇气。没错，他没有甲胄，没有义务，没有任何魔法物品，而剩下的就是那一往无前的勇气。正如萧凡兄所说，这便是我作为骑士的觉悟啊！林婉儿，彻底疯狂！你特喵的光辉的勇气就是暴露狂吗？变态你！等等，萧凡是谁？是这几个边境的老大吗？就是那小子出的主意！混蛋啊！满谷哈哈大笑，拔剑把林婉儿歧视。够了！他是搞文科的。台上的少女们发出阵阵尖叫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能亲眼看见2个肌肉男肉搏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！打斗现场发出阵阵悦耳之声。大半天，林婉儿深呼一口气，她发现件事儿，虽然用不了魔法，但身体素质是一样的，她一定要适应战斗的节奏。待会儿就在这个边境蛮子最擅长的领域，狠狠的虐杀他呀！说实话，林婉儿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魔法天才，而且出身于帝都的贵族世家，从一开始就注定和平凡人有着不一样的人生。14岁毕业，19岁成为教廷司铎，如今20岁成为4阶术士，但是考官不过是他辉煌未来的一个踏脚石，一个小小插曲。而眼前这种出身偏远、没有才能的人，只配被他甩在身后。这几个该死的边境仔！不过话说狮子上身，站在众目睽睽下，真的好羞耻啊！我的兄弟说的家境难说吗？非！而更让他难受的是满谷的话：七尺男儿何故做少女殷殷娇羞状呢？谁他喵是七尺男儿的呀？
我本来就少女好不好啊？我杀了你！一棍子掉去，可满谷侧身一躲。与此同时，他想起了父亲曾说过的话：对于太阳家族的骑士而言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。突然，右脚上一踢，这一脚使他力沉，这一脚充满了荣誉、决心和勇气，而目的地只有一个——灵婉儿的裆部。咔嚓一声，灵婉儿脸都扭曲了，先是变红，再是变紫，只听全场男性一起叹息。那是大小姐20年人生中从未有过，甚至无法理解的感觉，既不是刺痛，也不是阵痛，而是一种很沉闷的疼痛。它来的突然，去的缓慢，一来一去带走男人所有的倔强和尊严。我灵婉儿像虾米一样扭在地上。我的圣剑，我的圣剑！满谷呵呵一笑，灵婉儿骑士，你的圣剑已经碎了，而我的圣剑依然坚挺。真是一场荣誉的对决，但你依旧是一位孤高的战士。伸出右手，我认可你的勇气了，灵婉儿骑士。好，你带头鼓掌，冷风也跟着鼓掌附和。赞美咱们家乡的勇气。灵婉儿一口老血喷出，彻底疯狂！边境在，你们该死了！此时，治愈提名的声音响起。考试结束，考官再起不能。考生满谷，考号112，考试成绩100分，请下一位考生。考号113，冷风准备。灵婉身上内心法阵一平，只般没变回原样，所有的伤势和疼痛也都已经消失，但走路时还是感觉到一阵幻痛袭来。好，边境来的，下一个也是边境来的。这一次，他不会再中这些边境杂鱼们的阴谋和诡计了，只不过是边境杂鱼罢了。满谷获得胜利后，围观考试的高阶主教们一脸懵逼。温云汉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他早就和师妹说了，这3个边境来的都是刺头，要多加防备，没想到还是遭了这4个毒手。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考试规则吧。一旁的考官发出悲鸣：祖宗之法不可变啊！那要不下场你来，有时候变一下也不是不可以。于是乎，轮到冷风上的时候，秩序先评新增了几条规则：一、禁止在考场上裸身体必须穿得整齐，形象得体，必须携带法杖，且法杖材质为木质；二、不可使用武力，更不可攻击考官隐私部位；三、您必须保证考试时身体状况正常，不可携带任何诅咒 buff 上场。看到最后一条，你就要上扬，不错啊，还懂预判了，有进步。不过与实时更新的版本作对，从各种完美规则中找到漏洞，才是一个邪道玩家的真正修养。呵呵一笑，看向冷风，能坚持住吗？萧凡兄大可放心，冷静与克制正是骑士的美德之首，我将会让他明白什么是坚持不懈的高贵精神。自信走向考场，灵婉儿这边是感觉自己又行了，非常自信。我这次亲自修改了规则，一定没有任何破绽，从各个方面都否定了这些乡下人的作弊路线。他看了一眼冷风装备的魔法，原来这家伙是辅修水系的魔法师嘛，根本无所谓，他可是全系精通的天才。仔细看看第一个魔法，初级魔法水流涌动，辅助祝福类，能够使水流翻倍。这个魔法一般配合水之矛使用，可以获得更加粗大的水矛。不对，等一下，这人的4个技能里根本没带水矛。继续往下看，水元素聚集，水面波动，这人的魔法组合怎么让人完全看不懂呢？冷风微扬心里，美丽的女士，很荣幸与您共舞。灵婉儿很满意，这人虽然也是个边境仔，但至少懂礼节，会说人话，应该不至于和上一个一样变态吧。很快，双方签署考试授权，冷风呵呵一笑，请您见证吧。见证我的觉悟，话音落下，炼金仿生已经启动，灵婉儿慢慢转变成了冷风的模样。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他猛地夹紧双腿，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，瞪大双眼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冷风摇头，什么也没做。按照我修改后的规则，无论是服用禁忌药品，还是携带诅咒状态上场，都是违规的。冷风依旧优雅，这并不是任何诅咒状态，这只是最正常的生理现象。我也没有服用任何禁忌药品，我只是昨天晚上一口气喝了6瓶水而已，而且还是从教堂求来的圣水。冷风张开双臂，来感受圣水蕴藏的力量吧。这个边境变态男竟然他喵的是憋着尿上场的！另外双腿狠狠夹紧，双手捂着小腹，难受啊马飞！如果在教堂大厅里尿出来的话，神官神药就结束了吧？一定会结束的，对吧？冷风却摇了摇头。灵婉儿小姐，我对你很失望，你并没有资格自称贵族。灵婉真的好气，你一个边境边蛮子，还在这说我不配当贵族了？冷风呵呵一笑，所谓贵族，便是能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坚持住贵族的优雅和矜持。这份骄傲和坚持，正是身为高贵之人的觉悟和责任。正如萧凡兄所说，坚持的精神，这是贵族灵魂的本质，这才是真正的 elegant。
只想灵婉儿，你只是坚持了一小会就如此抱怨，而我可是撑过了1个晚上。你的贵族精神实在孱弱不堪，而我展示的便是光辉较体的坚持。灵婉儿的眼神死了，你的贵族精神就是别扭。小樊兄，又他妈要是那个小樊，又是这个畜生想出来的点子。灵婉儿眼睛通红，谁说无法坚持的？冷风继续发上，那么美丽的小姐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灵婉儿能感觉到，只要她动作稍微大点，小夫就会有反应，在众目睽睽下憋尿，比在众目睽睽下赤身裸体还要更加羞耻啊！偏偏这玩意儿还能通过治水天平的审查，被判定为非作弊的合法行为啊！小樊，你该不行，情绪不能激动，没有关系，我一定会忍住。被编辑的蛮子侮辱不是贵族，我必须要洗刷这个耻辱，夺回自己的荣誉。与此同时，冷风召出一道法阵，水流涌动，初阶祝福类魔法能够使水流翻倍。另外很诧异，这魔法不是让水流翻倍吗？这里也没有水啊！等等，果然下一秒，一道光芒打到小腹位置，他表情扭曲，哇！早已濒临绝地的河坝，突然水量又增加了1倍，会是什么后果呢？他双腿死死夹住刚刚挺直的脊梁，又完了！我的小腹，冷风，你该死了！观众们看呆了，灵婉的斯多到底怎么了？对面究竟使用了怎样精妙的魔法？总感觉斯多好像在忍耐什么样。这些闲言碎语更是进一步冲垮了他的理智。理智？你让他什么理智？抬起头，好，既然你这么无耻，那我也只能奉陪到底。魔法大变魔法，你会，我也会。继续法上水流涌动，同样是一道光芒命中冷风小腹。即便是同样的招数，同样的身体，做魔法鬼才，他施展出的效果也更加精准和强悍。这是天才的微操，就算是憋尿，也绝对是对面先忍不住。可让灵婉儿惊讶的是，冷风面色如常，甚至肩膀都不抖了，更加优雅。抄袭我小飞兄的智慧嘛？你失去了贵族的矜持，双手一挥，水面波动，初阶的侦察魔法，通过制造水底涟漪，探查水中敌人的行踪，也可以通过涟漪来向同伴传递信息。灵婉儿一脸问号：现在你侦察什么敌人，传递什么信息啊？等等，这个魔法更不是用来侦察的。重点是第一句话，他的身体响起了扑通扑通的水声，那即将决堤的堤坝突然增加了1倍的洪水，体内圣水疯狂荡漾，泛起一阵又一阵的波纹，就好像是在体内蹦迪，甚至打着节拍律动。好耶，快来玩喽！我操，这是在翻江倒海啊！我靠，好像随时要被洪水淹没了。再一次对冷风使用相同的魔法，可对面却只是轻微皱眉，面色依旧如故，风度依然优雅，甚至还并没有灵婉要致敬。灵婉儿现在崩了呀！这个混账！这个变态而下贱的男人，这个来自帝都大小姐，短短半小时内就体验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2种感觉：一是肉体升天的灵魂破碎，二是灵魂恶斗的盛世翻涌。灵婉儿艰难蠕动，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冷风大手一挥，就让我们继续吧。灵婉儿斯夺，这只是我凡哥设计的流派，哪吒闹海流的前戏呢？灵婉儿牙齿都要碎了呀！你们他喵的边境全是这种人才吗？他实在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中了同样的魔法，冷风能坚持下来？难道他的意境还不如区区的边境蛮子吗？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！深吸口气，会赢的。我可是帝都出生的精英，elite！冷风一挥法杖，灵婉儿考官，诸位先祖，尽情见证我的觉悟吧！哪吒闹海第3式，碎元素汇聚，中阶攻击魔法形成一个潮汐漩涡，能吸引周围的水流，并化作水弹攻击敌人。啊，这周围根本没水啊！而且攻击魔法不像祝福魔法，人体对于攻击魔法的抗性要比祝福魔法高很多。等等，他面色惊恐。按照这边境出生的脑回路，既然祝福魔法能对敌人使用，那么攻击魔法的对象难道是？没错，冷风的施法对象这是他自己。他放弃了魔力抵抗，不但有圣水从体内奔涌而出，形成漩涡。这他喵的是比漏鸟还终极的侮辱！谁会让这种东西砸到自己脸上啊？绝对不能让他的魔法完成，绝对不能！灵婉儿举起法杖，边境的蛮子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！巨人反向施展，水元素汇聚，强行抵消了漩涡，慢慢消失不见。赢了，我赢啦！可冷风并不气恼，相反非常平静。是的，就该是这样。真是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容易对决啊！灵婉儿女士，灵婉儿生无可恋，真是一场让人热尿沸腾的傻逼对决啊！冷风畜生。但是考试已经只剩下了3分钟，这再坚持3分钟，我一定要给这个边境蛮子打0分。可这会儿对面那个鬼畜男居然又回头法杖，你还想干嘛？哪吒闹海第4式，感官赐福。灵婉儿当然知道这是个万金油魔法，既可以用来侦查，也可以用来辅助队友战斗。但是提高全身感官，当然也包括尿意。半跪在地上，身体缩着，头骨不断颤抖。此时本该决堤的河流早在水里涌动，水面的波动噌的一下达到巅峰。而在圣光的普照下，那股尿意已经超越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我有意志，我有超越人类的意志，才能在这股洪流中保持理智。不行，我要挣扎！这是我面对地理下界边境蛮子的挣扎。皆さん、これは分けたくない。
灵儿当然也对冷风释放了同样的魔法，但对方却面不改色。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难道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他才是那个真正拥有贵族品质的男人吗？周围观众一脸凝重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能让灵儿4夺半跪在地，一定是很可怕的魔法吧？这是受了严重的内伤啊！等等，他们忽然懂了，全都懂了，双方一定是进行了最高深、最激烈的魔法比拼。他们之所以看不出来，只是因为太过深奥，自己的等级不够，无法看破，当这是一场高深的对决啊！此时考试时间还剩1分半，灵儿到底还是凭借着惊人意志顶住了。而现在冷风也没有任何魔力，他嘴角上扬，终究是我赢了，是我赢了。可对面那个家伙还在说话。灵儿考官，恭喜你坚持到了现在，我尊重你的意志，但你的挣扎就此结束。我要对你使用哪吒脑海流的极意超奇幻歌。这也没听过有这种魔法呀！而且带上场的4个魔法不是都用完了吗？嘘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声音啊？这究竟是个啥？身体不由自主抽动了，虽然没任何魔力波动，但不知道为何他真的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这是来自这具身体复制过来的本能，无法逃避，无法抵挡的本能。冷风甚至走到面前，左耳吸一遍，右耳吸一遍，360度环绕吸一遍，就仿佛到大海，耳畔到处都是潮汐的悠扬之声。在广袤的大海面前，她就如一个小女孩般无助，泪划过眼角。高贵的帝都大小姐，精英卿卿呜咽。我认输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话音落下，这些明确认了考试结果。考官弃权，考生冷风考号113号考试成绩100分，请下一位考生考号114号萧凡做好准备。考试结束后，你他也随着消失，灵儿牙齿都要碎了，但心中仍有一丝不忿。为什么同样的魔法你能够坚持住？冷风微笑，因为觉悟，正如萧凡兄所言，建立为他事业的觉悟。灵儿的表情是这样的，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，那就带我们一起走一个吧。灵儿女士，你的坚持并不输鄙人，但你唯一欠缺的正是觉悟的精神。你缺少的正是舍弃一切的觉悟，敢于当众尿出来的觉悟。灵儿从未如此无助过，所以说你从一开始就尿出来了。没错，在签署授权的那一刹那，鄙人便已经出来了。这就是鄙人的觉悟，舍弃一切的贵族觉悟。灵儿崩溃了，不可能！如果早就尿出来了，那个很明显才对。冷风摆摆手，裤子只是伪装，而真正关键的是萧凡兄亲自参与设计，具有超强弹力、超厚吸水、超薄触感。正是他那如同婴儿肌肤般的体感，您才未能察觉到它的存在。没错，在裤子的夹层有一件白色吸水生物，他穿了一件尿不湿。灵儿彻底疯狂！温云汉和其他考官对视一眼，我们继续修改规则吧。冷风胜利后，考生们都惊了，考官居然主动投降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此时至于天平一震，请所有考生注意，再次更改考试说明。考生们纷纷震惊，祖宗之法不可变啊！圣徒考试这么多年来，只有今天连续变更了2次考试规则，这到底是啥情况？更改规则如下：一、必须装备4个魔法，且必须有进攻性魔法，必须有世俗意义上的魔法搭配。2、考试前考生必须去厕所解决个人问题，必须排空，否则是会作弊。3、禁止任何有损世俗道德的行为。看到修改的规则，你一点都不意外。教廷不论怎么打补丁和完善规则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，那就是人能承受的心性。这会儿考官灵儿的心态已经崩了，这心态崩了，什么补丁都没有作用。进入考场后，你自然走向洗手间，灵儿十分警惕，这家伙就是边境3出之首，那个该死的小凡。之前那些出征战术都是这引荐来设计的吧？这会儿他检查了你带了4个魔法，反反复复看起来都感觉相当合理且正常。辅助魔法共鸣搭配土系魔法大地震颤，可以打出额外波纹震荡。虽然依旧有光属性魔法改观赐福，但这次能够搭配箭矢发射使用，能够提高射击的准确率。但越是如此，他内心就越狐疑，不对劲，10分有9分的不对劲啊！边境来的怎么可能是正常人？而且这可是边境3出之首的萧凡。这会儿你从洗手间回来，在授权书上利落签好签名。灵儿一脸狐疑，你法杖呢？我带的法杖是定制的小型木质法杖。灵儿考官，你到底签不签这份授权？你要是不签，按照规则就视为你弃权了哦。他死死盯着你的称号，你想告诉我你到底把法杖藏哪儿了？你摇摇头，请您发挥智慧思考，仔细理解，认真辨别吧。他汗流浃背了，这份授权到底要不要签？满国签授权前也挺拟人的，签完后就裸奔了。冷风签授权前也挺优雅的，签完后就掉裤子了，到底要不要签？眼前的男人可是边境3出之首，眯起眼，等等，
他说的是小型法杖，而且刚才他去了很长时间的厕所，为什么偏偏是盯着小型法杖？心中不没时间放的。难道林婉儿懂了？他全都懂了。莫非他将法杖塞到了那个位置？你再次催促林婉儿考官，考试开始了，请签署授权。林婉儿微微颤抖，有钱吗？这只是一个考官的工作而已，值得用一生的荣誉去赌吗？反正都已经弃权一次了，要不摆了 CPU 疯狂转动，又想起了你的魔法搭配，干扰共鸣的效果是扰乱敌人法杖的施法频率，从而干扰魔法的施展，所以干扰共鸣可以让法杖震动。不可以，这是不能过审的内容啊！还有大地震颤，同样是制造震颤的波纹，再加上感官翻倍的感官赐福，最后还有箭矢发射，这一定会在一瞬间就坏掉吧？混蛋，你不能啊！你的笑容阳光，我咋了？林婉儿完全懂了，这些边境畜生，表面上越是正常，背地里就越是变态。小凡这小子一定藏着个大大。仔细看看授权书，坚持、勇气、智慧，这不仅仅是一场考核，更是一场超越自我的试炼。满分的唯一标准就是战胜你自己。他仿佛回到7年前那时的他，也是一名考生，同样盯着这2行字，既紧张又担心。没错，这是一场试炼，这是一群边境人对考官的试炼，咬牙切齿。小凡，你想对我做的那种事情，我早都知道了。呵呵一笑，哪种事情？就是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情。什么不知廉耻的事情？请你的智慧告诉我，我会对你做什么不知廉耻的事情？你也太自信了吧！连我大眼睛，边境人，我可不是傻子。你的计划，你的这些魔法搭配，你的所有意图，我都看穿了。内心开始咆哮，这群下等的边境人，只会耍一些阴谋诡计，大家都心里明白的事情。这混蛋还在装什么装？这不是侮辱他的智慧吗？好，就在这里揭穿他，在签署授权前揭穿他阴暗邪恶的计划，让他彻底无地自容。哼，你的那些魔法搭配看起来正常，但实际上都暗藏最污秽的思想哦。比如呢，林婉儿考官，我的魔法搭配都很正常啊，你能告诉我哪里有问题吗？就比如干扰共鸣，你的目的正是要操纵敌人的法杖来形成震动，因为你已经把法杖塞到了那个位置，你想用这份震动在大庭广众之下击溃我，你也摇头，我从来没有这般阴暗的思想。哼，这家伙越是否定，越说明他已经猜对了。还有大地震颤，这个魔法看似是制造波纹冲击，实则是要加强法杖的震动频率，这是何等的亵渎！你后退一步惊讶无比，我从来没想过如此污秽的事情，实在无法想象能想出这等阴暗招数的是何等不知廉耻的人啊！林婉儿兴奋起来了，看吧，看似淡定，其实已经汗流浃背。终于揭穿这家伙的阴谋了，最后搭不上前，还有那感官赐福，你一定是想用圣光赐福做那种最污秽的事情。所有的感官增强1倍，身体就会变得相当敏感，在感官的赐福下，想必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喷泉了吧？此时高层监考的考官们一片沉默，温云汉盯着师妹，眼神已经死了。他究竟在说什么？你是帝都的精英贵族大小姐，你代表的是所有的考官，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？咳嗽一声，大家都知道林婉儿的，她是个正直且骄傲的贵族，是不会做这种无端指控的。另一位考官点点头，没错，虽然林婉儿思铎说的这些话非常惊世骇俗，但毕竟是边境来的准圣徒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温云汉大手一挥，再让我们听听看林婉儿的说辞。按照最新规则，不能有违背世俗道德的行为。如果萧凡的计划真这么恶俗，秩序天平一定会暂停考试。你呵呵一笑，那既然我想到了如此肮脏邪恶又下贱的计划，最后一个魔法箭矢射击又该是为了什么呢？林婉儿越说越兴奋，当然是那里传来的东西来进行靶向对射了。你一点害怕，怎么会有如此污秽邪恶的思想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林婉儿嘴角一歪，我问你，你的法杖去哪儿了？你那所谓的定制小型法杖能拿出给我看看吗？会赢的，不是赢定了。嘴角风上扬，拿不出来了吧？因为他已经被你藏到那个地方去了，在你去厕所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偷偷藏进去了，而这正是你整个计划的前提。可下一秒，他看到对面那个小子居然打开衣服，从内衬中掏出了一根小型法杖。你是需要这个吗？他一直在我的口袋里。怎么可能？既然一直放在口袋里，那刚刚问你怎么不吱声啊？强装镇定，也许你是带了2根法杖。没错，这只是你的掩护罢了。你摇头，按照规则只能带1根，否则我是签不了授权的。现在请你告诉我，你说我把这根法杖放哪儿了？而在高层监考的考官们再次沉默了，一个个脸色黑的低下水。温一看冷汗已经停不下来了，伟大的秩序之神啊，请指引迷茫的他吧。这场考试从考生到考官就没有一个拟人生物，若奔踢蛋难，偏要变态难，还有幻想不幸虐，地图太复杂，我想回老家。与此同时，林婉儿已经崩溃，如果法杖的位置不成立的话，后面所有的推理就都不成立了。林婉儿考官，你究竟想到什么污秽的东西才能构想出一个如此肮脏的流派呢？林婉儿瑟瑟发抖，他太羞耻了。难道这些的一切都是误会吗？难道
心里肮脏的其实是他自己。深吸口气，冷静，要冷静。现在不能承认，教廷那边的师兄肯定会帮忙解释的。他刚刚说过的话也没有被其他人听到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既然这小子没有那些阴招，那就可以亲手授权了。只要在考试中暴打萧凡，那他仍然能够夺回荣誉。教主们签字，科尼一伸手，请等等，我其实跟你说过了，我这是定制的小型法杖，是昨天特意定制的，里面自带了一个小型炼金法阵，而它只有一个小小的功能，那就是录音，操纵敌人的法杖来形成震动，因为你已经把法杖塞到那个位置，是要加强法杖的震动频率，这是何等的亵渎！来进行发射对射了。灵婉儿斯朵，你也不想这份录音被记者们知道吧？灵婉儿彻底疯狂！这个畜生，他在钓鱼，他在威胁自己，脸色通红。就算用这份录音威胁我，我依然会签署授权。威胁考官是属于作弊行为，是不能通过秩序天平的判定的。你点点头，你想多了，我并不需要威胁你，因为你已经不能够签署授权了，而我将直接获胜。你在说什么啊？紧接着他就看到了你指着规则上的一条，禁止任何违背世俗道德的行为。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污言秽语有违世俗道德，偶尔手中的法杖就是证据，所以你将会被你自己定下的规则淘汰。根据圣典第4章第4条，言语骚扰16岁以下未成年人是严重亵渎了神的旨意，这自然是违背世俗道德的行为。没错，这就是你和考官之间智慧的对决。如果我刚刚真的有那些下流亵渎的计划，考官你倒是没事儿，但我并没有。那么对我说出那些污秽之词的你，就是在骚扰未成年。我将用你定下的规则淘汰你。灵婉儿不敢置信，难道你是？你呵呵一笑，没错，我才15岁，你这个下头阿姨。他一直以为像这些成熟出生的家伙，至少也已经有18、19岁了，但没想到这玩意儿打小变成畜生。小凡，你该死了！这之后，秩序天平宣布的结果：考官违规出局，考生萧凡，考号114，得分100分，因其创下30年来最快考试记录，且捍卫了秩序与法律，秩序之神赐予神赐称号。你马上查看效果，秩序的金辉。称号效果是可以在某个区域内确立一个律法，所有人必须遵守，持续10分钟，而且律法必须围绕基本秩序，否则视为无效。监考官温云汉瞪大双眼，这3个边境仔捍卫了秩序与法律，到底哪里捍卫了？是故意提前交卷给其他考生压力，还是踢考官蛋，或者是和考官比赛憋尿？秩序天平真的公平吗？时间快到了第2天，最后一场考试。这次考题是大家一起前往奈落世界，不仅有光辉教廷的人，还有密教势力，双方会进行争夺。我这里省个流，就是教廷和密教两方势力把各自的基因投入到特殊副本里，扮演相应的角色。教廷这次目标是刺杀痛苦军团的军团长，密教则是保护。出发前，温云汉叮嘱，记住，考试是3人小队，由于任务艰巨，正式执行副本之前还有一场预选赛，其成绩会决定你们在副本中扮演什么 NPC。记住，这场考试中信任是最重要的，信任决定了一切，要充分相信你的队友。3人点头，他一挥手，镜头一阵模糊，再醒来时就看到了一个发着光的生物。他开口：“你好，我是奈落世界的星光体。”你眉头一挑，星光体是属于奈落世界的上古 NPC， 绝对中立，不知道见过多少考生考官。他冷漠开口，检测到你们队伍内只有3个生命，请在6个生物之中选择3个。你呵呵一笑，那么你怎么定义生命呢？生命的定义并不复杂，有灵魂的生物都是生命。哦，那未降生的婴儿也是生命吗？按照圣典记载，婴儿自然也是生命，那虚空生物也是生命咯？自然如此。是的，催促，请你开始选择适应物吧。摇头，等等，我们小队不止3个人，还有3名队友。随后转头，满谷兄、冷风兄，我相信以我们队友之间的信任和羁绊，是能够战胜一切的。哦，萧凡兄有个高见呢，他很熟悉，每当萧凡兄如此微笑的时候，必定能构建出相当优雅而伟大的计划。你语气庄重，你们相信我吗？你们有这个觉悟吗？满国自一笑，太阳的骑士从来不缺少勇气和觉悟。萧凡兄，不要小瞧了我们之间的羁绊呐，真的不会后悔。冷风面色一沉，萧凡兄又未免太小看别人，我们可是队友，别人会为你展示何为贵族的觉悟。法杖挥动，既然冷风兄有如此觉悟，那就换2个吧。神的馈赠。这名字听起来是个挺正派的祝福魔法呀。不过区一个祝福魔法，难道还能比憋一晚上尿更痛苦？然后他就看到了自己的肚子。不对劲，我肚子这么大啦！接着你换上称号，这件东西又放了一次。满谷十分好奇，感觉如何？冷风点着肚子，别人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，微微一笑。满谷兄，你也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吧。满谷连连点头，嗨，我以为多大个事儿，就一普通祝福魔法是吧？来吧，快对我也来一个，别小气。你呵呵一笑，别急，你们俩都有份儿。光芒射去，满谷突然感觉一股奇妙的蠕动从小腹身上蔓延，那是他10几年来男孩子人生中从未有过的感觉，绝不是蛋疼，而是充满生命的炽热，好像整个5脏6腑都被一股生命之气给充斥。他
眼神已经死了。冷风兄，你会不会骗我？冷风浑身发抖，所谓友谊，所谓队友，当然是要并肩作战啊！满谷流个口水，好像很有道理啊！此时此刻，一直围观的星光体表情是这样子，知道你们想说什么，那么弹幕一起走一个吧！使者眉头抽搐，哥几个生意行吗？你这真是光棍教廷派来的？你微微一笑，现在我们小队有6只生物了，请把6种圣遗物都给我们吧。很快，各个奈落世界的所有圣徒和密教信徒耳畔突然响起声音：新增奈落规则，自今日起，禁止怀孕人士领取多份圣遗物，无论男女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又改规则？选完圣遗物，你们进入第1关预选赛人格评估。这次评估方式便是匹配到相同人数等级的密教痛苦教徒，失败小队将会失去进入奈落世界的资格。使者呵呵一笑，因为你们小队有6个生物，所以将匹配到6人的密教徒小队。命运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价格，既然你选择了作弊，那也将为此付出代价。你内心暗笑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这正是我的计划呀！没人监察，事后不会留下任何记忆，那岂不是为所欲为？我终于可以实验一下有趣的魔法了，并且还有6个密教徒，足足6个，太久没有开张了，终于可以把他们通通献掉，这里简直就是我的游乐场！使者人都傻了，你他喵究竟在说啥？啥叫实验新魔法？啥叫把他们都献祭掉？你真的是正派圣徒吗？星光天没缓过神来，又听到一声大笑。太阳的战士不需要束缚，满谷一把撕碎衣服，太阳的狮子就该坦坦荡荡的战斗，战斗爽！星光体的目光迷茫而彷徨，这又是什么重量级生物？冷风优雅一笑，这位让您看笑话的使者冕下，自信与矜持才是贵族的精神。星光体内的欣慰，总算还有个正常人，谦虚而有礼，很有贵族味道。可下一秒眉头一皱，等等，这味道是不是越来越重了？你是不是偷偷尿了？冷风自以为不必在意，您刚说了是要与邪恶的痛苦教徒战斗，鄙人不过是在提前准备而已。上一次准备多时的绝招被魔法天才打断，可这次他必将戏刷耻辱，重拾贵族之环。使者彻底疯狂！几百年了，他从未见过如此难以理解的组合。这真的是人吗？接下来镜头切到战场上密教徒的视角，痛苦教会以制造痛苦取神明获得力量出名。刘阳光作为痛苦教会的士兵长，带领一支精英小队入侵教堂世界已经有2年半。他自诩杀人艺术家，上到80老头，下到3岁小孩，就连孕妇都不放过。他最沉迷的就是这种痛苦的艺术啊！这次在教堂世界，那些来自光辉教廷的圣徒们又会给他提供什么令人愉悦的折磨呢？想想就美滋滋。很快收出来的消息爆了，前方发现3人，还都拿着法杖。哦，眉头一挑，连一个战士都没有，菜鸟果然是菜鸟。等等，老大，这是什么？别废话，把问题给我，接过来看。只见圆筒中央那玩意儿带着狮子雄浑的霸气和太阳的擦的金色，如此光明正大而威严。默默放下望远镜，跟其他兄弟们说：“把鹰眼术给我关了！这他喵什么人啊！”而且他们所有人都莫名生出一股自卑，还没开打士气就莫名低了一截。这对面什么路数啊？等他靠近，刘阳光拔出长刀，一步跃出，瞬间砍下，满谷举起法杖格挡，当的一声，合金法杖将长刀挡开。随后神圣吟唱道：“火球术。”刘阳光一点都不在意，不过是个初阶魔法，还不如平 A 伤害高。可下一秒，满谷用法杖将长刀隔开，另一只手搓出的火球瞄准方向居然是刘阳光的。炽热火焰蓦然腾起，周围甚至能够闻到隐隐的靠近焦香味儿。他的球体瞬间红得吓人，火球术特喵的是这个火球啊！伤害虽然一般，但他痛苦和耻辱深入灵魂，究竟是哪个畜生想出来的？刘阳光刚顺步后退，就听到旁边一个优雅声音：“这是冷风训练完成，法杖一挥，水球术。”水球术同样也是最简单的入门魔法，肉身硬扛也问题不大。当务之急是先退回去获得治疗。作为一名专业的痛苦士兵长，随时随地能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品质。哪怕火烧鸡毛了，他依旧能够维持极致的判断力，不慌不慌。等等，这水球颜色怎么有点不对？而且怎么有奇怪的味道？刘阳光彻底疯狂！这他喵是什么水球？这里面是尿啊！现在下半身灌个火球，上半身背个球罐，第一次体会到水火两重天，难说吗？废，心态直接崩了，一口老血喷出，自身的战绩反噬了。当务之急是要赶紧降温。这时好心的你也出手了，一会法杖冰球术，一颗命中脸颊，液体急速凝固变成了面罩。
一颗命中裤裆，随着火焰瞬间熄灭了，但连元光并不觉得欣喜，因为特喵的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呀！空空荡荡，寂静而幽冷，再也不能传来任何的回应，只剩下了无尽宇宙的孤独，仿佛戴了尿液宇宙头盔，漫无目的的漂浮，寻找自己失落的小兄弟，可是再也找不到了。你呵呵一笑，没错，冰与水与火的互相碰撞，星与日与月的相互配合，这就是我们热血沸腾的组合技呀！六阳光跪倒在地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制作痛苦的天才，年纪轻轻就成士兵长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直到今天，面对这3个该死的边境仔，他才知道自己在痛苦之道上只不过是个学徒。他想哭却哭不出来，特喵的，杀了我吧！满谷一脸严肃，你虽然败了，但依旧是一位圣枪游侠。最后一法杖将他解脱。此时他的队友刚好赶到，这3人究竟是何等正道天才，竟然将刘阳光士兵长打至跪地，而且他身旁的议题是什么？难道士兵长被他们吓尿了？这也太丢脸了吧！这也配当我们痛苦教派的信徒吗？但是没有关系，刘阳光之所以会失败，肯定是他太过傲慢，孤身一人就敢1打3。现在他们还有5个打3个，怎么输？事后何坤祥接过指挥权，那个傻大个能打能扛，让刺客和牧师去缠斗，那个白毛男太过诡异，让术士去对付，而他和队伍第2强的战士先去解决那个看起来最弱的小灰毛。痛苦教徒们纷纷出手，小灰毛受死。你根本不慌，一挥法杖，技能神的亲吻，效果很简单，就是被吻之处会附带诅咒，每分钟损失6%生命力，同时会附加情绪状态。看起来很强，但基本没人学，因为解除这个诅咒方式早就被破解出来了，很简单，亲吻就行，只能起一个干扰作用，耗蓝还贼多，完全没有性价比。何坤祥对王一静大喊：“不要慌，这是生命母神的亲吻，纸老虎魔法，这招早就被破解出来了，只要亲吻被诅咒的地方就能解除。你嘴角上扬，这招确实很好破解，但大飞这招就不一样了。圣光魔法精准辅助治疗，低电半魔法效果是能精准定位祝福术作用的部位，防止魔力不必要的损耗。要辅助的自然是神的亲吻技能的施法部位。王一静明显愣住了，面色怪异，转头看向何坤祥，这个诅咒刚刚亲了我的皮骨，有点靠里面。兄弟，你看。事后面色坦白，我靠，这招我遇到过很多次了，不都是在手臂之类的地方吗？现在都这么重口啦！而且这个小灰毛明明是光辉教廷的人，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生命母神魔法？痛苦密集的正统在光辉教廷，生命母神的正统难道也在光辉教廷吗？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士兵长的情况。身为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帮队友解除诅咒自然是义不容辞，但一看到他的脸，好像这兄弟也不是非得当。我一起拍拍肩膀，兄弟请温柔点。他能感受到神的亲吻已经在生效，生命不断的流逝，要是10分钟内还不解决，真的会死的。之后的面目是扭曲的，特喵的，为什么中了亲吻的是王一静？痛苦绝望的就是他自己呀！看他还有点磨磨唧唧的，王一静有点不满，难道你不打算帮我？受了母神影响，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暴躁，虽然表面上还在维持理智，但瞳孔深处已经开始闪烁欲望的火焰。这时你再次举起法杖，神的亲吻，我斥候摸着屁股一脸绝望。此时王一静快憋不住了，双眼通红，兄弟，我们互相帮忙吧，快让我先来。斥候真的好气，这个小灰毛看起来是3人中最弱不禁风的，没想到却是最出声的。而更恐怖的是，在神的亲吻的作用下，他竟然会觉得王一静还挺眉清目秀的，一下就一下，只要解决诅咒，他一定要用最残忍的方式虐杀这个畜生。你呵呵一笑，这就是研究出来最新流派，刚刚只是前期罢了。发动称号秩序的星辉，称号效果确定一个律法持续15分钟。颁布律法，此地禁止男童行为。王一静绝望的发现，明明就差一点点，他却再也无法前进了。没错，这就是你继深海瞪眼流又有力作男童禁止流，事后感受到生命力的流逝，彻底疯狂！特喵的，我裤子都脱了，你就给我看这个！何坤祥是真的好气，让大伙亲的是你，禁止大伙亲的也是你。王一静双眼血红，冲了上来，我要杀了你！何坤祥同样也双眼血红，不行，比起生命力被抽走，神之失控更加危险，必须要杀了这个小灰毛，必须完成任务。队友还在战斗，队友还需要我的帮助。没错，哪怕再痛苦，我也不能放弃希望。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。就算是身为密教徒的我们，有着荣誉和热血啊！你笑了，还不放弃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奉陪到底，让我们公平一战吧。何坤祥都快哭了，总算能够堂堂正正的对决了。尽管10分钟后自己将濒死，但现在他只想尽情燃烧自己，来这个痛快！结果下一秒看到那个洋洋公平的小子转身就跑。
他彻底绷不住了呀！特喵的，究竟谁是反派？你的队友还在战斗啊！他往起疯脸追上去，没事，还没有输。他还有着领来的圣遗物，能增加50%的速度，马上就能追上这个书生了。结果就看到那个灰毛小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哨笛，吹响后出现了一匹独角马。说好的公平对决，你小子怎么还骑马了？但他们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流着口水向你追来。于是，在狗毛草原日暮黄昏中，前方少年策马狂奔，后面两个密教徒坚定不舍的追逐。画面是如此美好。另一边，满谷用自己的法杖疯狂敲击敌人脑门，冷风则射出水弹接受战斗。等战斗结束后，敌人们都瘫软在地，一脸支撑。满谷兄，冷风兄，你们先走，让我来赐予敌人仁慈吧。终于又可以开张了！欲望，月亮的母神，伟大的生育主母，灵界之上的永恒母性，邀您与我共进晚餐。受到精神的能量涌入你体内，与此同时，你注意到虚空中有一道目光遥遥锁定了你。星光体发出了提示：你引起了原初痛苦的注意。我不是给生命母神献祭的吗？怎么就引起了痛苦母神的注意？什么牛头母神？星光体声音继续响起：预选赛已完成，副本信息。每人扮演一个身份，然后进入副本对战。具体身份会由预选赛时的人格表现自动决定。冷风十分自信，嘿嘿，鄙人定然会成为一名优雅的贵族吧。满谷呵呵一笑，我肯定会成为一名正义骑士，说不定还是骑士长呢。你内心坚定，我好歹是一名光辉教廷的虔诚信徒，混个什么神父之类的初始身份应该问题不大。三人都很自信。很快画面一黑，等再睁眼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教室，头顶挂着骷髅头和铁十字。一看身份，萧凡，称号痛苦之星，身份是痛苦密教军团长的心腹。这是什么开局？啥叫痛苦军团长的心腹？还被教廷通缉？不是，我信仰坚定着的，怎么就突然攀比女神了？往旁边一看，痛苦猎鹰满谷，痛苦恶犬冷风。原来之前描述的军团长伙同他的心腹鹰犬，欺男霸女，肆虐，指的就是我们仨是吧？查看了一下满谷身份，称号痛苦猎鹰。这不是挺霸气的吗？但仔细一看，肃然起敬，因为生来变态，到处裸露自己雄壮的鸡儿，给猎物造成痛苦的精神压力，故而被称为痛苦猎鹰。搞半天是这个鹰啊！那冷风呢？看了一下他，称号痛苦恶犬，身为斥候，生来就有强烈的领地意识，在学校周边到处撒尿，标记自己的领地，给敌人造成了痛苦的心理压力，故而被称为痛苦恶犬。好，你也是个重量级。叹口气，现在出生在敌人老家，一旦暴露身份，肯定完蛋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此时大门打开，军团长安吉拉进入教室，走廊里就听到你们白嘴吵：上课时间不允许绞头点儿，按照规章切掉一个手指。说完，走到声音最大的同学身前，匕首一挥，一个手指落下。你们猛吞口水，不愧是痛苦密教组建的军团啊，这也太严格了。接下来你们的日常是这样的：每天早晨6点起床整理内务，上午是魔法理论课，下午是实践课，课间只休息3分钟，12点吃饭。公共厕所每天只开放2次，分别在中午1点和晚上8点，而且都只有15分钟。一天后，满谷和冷风已经绷不住了，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人过的吗？你却很快适应节奏，甚至面带微笑。满谷都惊了，小范兄，你难道不难受吗？呵呵一笑，我衡水光辉圣学院毕业的。满谷一脸懵逼，虽然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小范大哥怎么像回家了一样？接下来的日子，114寝室的其他几个室友是真的好气。这个小凡每天凌晨4点半就起床晨读，简直不是人。还有那个冷风，每天穿着纸尿布睡觉，起床后就去阳台晾晒，那腌了一整晚的味道，又是让密教徒们再次惊喜了第2关。最后那个满谷睡觉打鼾说梦话就算了，还经常梦游，对着墙壁疯狂打拳，这怎么睡得着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痛苦3节嘛。早上你们说不跑操，你总是最先到场，边跑边看书，甚至大声朗读。一旁的军团长暗自点头。对于萧凡，他观察很久了，年纪轻轻就不是个好东西，长大以后一定是个社会败类，前途会一片黑暗。现在这里跑操都能笑得这么变态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还有那个满谷和冷风也是不错，一个起床晚了，衣服都来不及穿，也要认真跑步；另一个更是形成真空圈，让密教徒们不可靠近。不愧是我看中的痛苦3节，日后不可限量啊！期间你们在小说里碰头，冷风摇摇头：萧凡兄，我们现在成了痛苦教徒，怎么办？要知道总共有3个任务：1. 杀死10名2阶密教徒；2. 干扰100名1阶密教徒；3. 刺杀军团长。现在你们仨出生在敌人大本营，周围还有某眼监控，时间表更是被安排的满满的。
根本无法行动。满谷面色坚毅，像我们这般正直正义的圣徒，随时随地都有暴露的风险。冷风叹气，确实，鄙人也觉得和周围的痛苦教徒们格格不入。你大手一挥，马上就是2阶教徒的实战测试了。听说成绩垫底的教徒会被砍掉手指，前几名则有奖励，甚至能被提拔成新生考官。善良的我们来想一想，怎么光荣的作弊吧。好，另一边。进入副本的密教徒们正在开会，他们的目的正是为了杀死副本中的圣徒，抢夺这个副本世界的控制权。痛苦密教第2小队队长，有着痛苦之蛇称号的齐剑宇，声音低沉。不对啊，怎么少了6个人？只到齐了40个。我核对过，是刘阳光小队失踪了。队友们纷纷惊呼：什么？没想到这次连那位刘阳光都出动了。众所周知，刘阳光士兵长非常变态，可谓是追求极致痛苦的艺术家。而战士王义静从小就是男童高手，没有男人愿意和他为敌。斥候和坤强看似谦逊和平常的男人，其实隐藏着邪恶的灵魂。他们眉头紧锁，如果连第1小队都全军覆没了的话，那恐怕这次光辉教廷这边有不得了的高手啊！齐剑宇却呵呵一笑：天真，这里面隐藏着阴谋。你们真以为刘文光他们消失了吗？大错特错！仔细看看痛苦学校内部吧，有3人企图欺骗我们，但他们的演技实在太过拙劣。嘎嘎嘎，根本逃不出我的法眼。环顾四周，真相只有一个：他们在隐藏身份，变换妆容，故意不和我们碰面。密教徒们眼前一亮，懂了，全都懂了。他们一定是在酝酿着无比恐怖的邪恶计划。齐剑宇大手一挥，但是像他们这般邪恶的人，不论在哪里，都像白天里的屎壳郎一般熏鼻。经过这几天观察，你们也都发现不对了吧？一名密教徒颤抖着站起，我发现了。按照这个推测的话，痛苦心腹萧凡就是刘阳光士兵长。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他的痛苦艺术水平更加精进。但我听到他早上4点半就起床朗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多么可怕。他已经从肉体折磨升级成灵魂侮辱了。其他人纷纷附和，果然是他。我每天都被他的读书声吵醒，真不愧是刘阳光士兵长，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齐剑宇顿了一下，还有战士王义景，这是痛苦之音满谷，特喵的，怪不得几年不见，王义景这个男童更加变态，竟然增加了暴露狂属性，逢人便炫耀他的阴损，特别是在前后跑赛的教徒更是痛苦难堪，我都不敢跑快，生怕撅到他。我也是，我生怕自己跑慢了被他撅了。齐剑宇咳嗽一声，最后一位和坤祥是之后，自不用说，定是那痛苦恶犬冷风了。表面上是个冷静优雅的男人，背地里却恐怖无比。凡是路过114宿舍的，都能闻到那一股极具雄性特征的怪味，定是那痛苦恶犬在标记领地。齐剑宇双手托着下巴，他们3人肯定带着秘密任务，所以才不暴露身份。由此3人带队，这把稳了。与此同时，正道圣徒们也汇聚一堂，主持的这是秩序神殿的董子明骑士。他脸色阴沉，如今在预选赛就淘汰了近半圣徒，其他队长们脸色也都不太好看，因为痛苦密教的据点学校太难攻略。根据这几天斥候的侦查，这处据点到处都是炼金法阵，周边甚至有炼金铁丝连接，每晚还有密教巡逻，而且周围散发着各种强烈刺鼻气味，这根本无法下手啊！工会教廷代表呢？那个萧凡哪去了？林婉儿的表妹华云烟冷哼一声，他从进入副本开始，我就没见过一个只会耍小手段的边境仔罢了，估计连预选赛都没过。董子明咳嗽一声，秩序不需要失败之人来维护，萧凡他们没有通过测试，那便是辜负了秩序的期待，已经是失败者。即使他们来了，也什么都做不到。他不能进入守卫森严的痛苦学校中，不能征服狡诈残忍的痛苦教徒们，根本无法守卫秩序。而这件事我们能够做到。大手一挥，我正在召集领地的骑士们，等部队集结完毕，直接正面碾压，我们即将构建新的秩序。另一边，你带着满谷和冷风，堂堂正正走在痛苦学校的大道中央，甚至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感觉。路过的一阶教徒们看见你们，都纷纷让出一条道来。残忍而狡诈的密教徒们纷纷低下了他们高的头颅，不敢对视。萧凡学长好！没错，1周过去，痛苦3杰已经声名远播，你们的痛苦之道甚至折服了大部分人。眼下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该怎么干掉这些痛苦教徒来增加分数呢？满谷和冷风直皱眉头，他们俩完全想不出任何办法。范哥，这个咋办啊？你却呵呵一笑，你们附耳过来，只需要…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？接下来请看第1阶段，你们先大摇大摆走进公共厕所，神赐称号秩序的星辉启动。面容神圣，此地属于公共区域，我代表秩序颁布律法，此地禁止随地大小便。这都行啊？可是凡哥，这个技能不是要围绕基本秩序展开吗？他知道这个称号听起来很 bug， 但实际限制很多，例如不能颁布有歧视的规则，不能颁布离谱的法律。你摊手，公共场合禁止随地大小便，很符合最基础的秩序啊。已知公共厕所等于公共场所，所以这很合理。
这都行啊！这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的痛苦教徒们全都痛苦的便秘了。因为军事化管理的关系，每一天中午就这么15分钟上厕所时间，但他们到了以后就是拉不出来，好难受。15分钟以后，查寝的铃声传来，无数密教徒们一脸懵逼走出来，他们相顾无言，却也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的难言之隐。也许只是今天的状态不太好。你耳边又传来提示，你引起了痛苦母神的注意。你十分无辜，我一个光辉教廷信徒，关你痛苦母神什么事儿？用的秩序的手段，不是应该引起秩序的注意吗？行得端，坐得正，痛苦母神什么的，别来沾边儿。洗把脸，准备离开。这时，一个男人从隔间走出。萧凡，这是你的名字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齐剑宇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不必和我伪装。你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我看穿了。你眉头一皱，难道是我那引人注目的身上气息暴露了自己吗？不对劲，这人是在诈唬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齐剑宇冷哼，你若再这样否认，便是在侮辱我的智慧了。我拒绝这般轻蔑的侮辱。我说了，我已经看穿你的身份了，萧凡。像你这般邪恶堕落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像白天里的蟑螂那样出众，那般鲜明。你那深邃而黑暗的气质，已经将你彻底暴露了。凑上前来，你就是刘阳光第一小队的士兵长。这哥们儿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看到你茫然的反应，他心中评价又上一分，不愧是刘元光士兵长，即便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能完美扮演迷茫懵懂的少年模样，特别是那清澈中又透露出几分懵逼的眼神，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事实上，你的确比较懵逼，原来不是装得太差被人发现，而是装得太好被人当成领导了。既然如此，声音缓缓低沉，冷哼一声：“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齐剑宇同样嘴角打勾。起初我还有所怀疑，但就在刚刚，我完全确认了你的身份，因为我感觉到了伟大的原初痛苦，他的目光在你身上短暂停留。只有那神选之人、至恶之徒，才能吸引牧神的目光。脸色一沉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打破我的计划？齐剑宇强装镇定，我并不想直呼您的名字，只是情况有变，一切都太过突然，太过紧急，而且我选择您，那是因为只有刘阳光士兵长才值得信任，别人我都会担心走漏消息。你竖起耳朵，他神色认真，这件重要之事，您必须保证，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。齐剑宇深吸口气，那件突发的紧急事件便是我解决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没有灵感了，本想起身就走，然后我发现我忘记带纸了，您能借我一点吗？你他喵！堂堂痛苦教派智囊，被手下发现上厕所忘了带纸，传出去很丢脸是吧？摊开双手，抱歉，我也没带。齐剑宇神色更加坚定，既然如此，请稍等。转头走回隔间，不一会儿对着水龙头疯狂洗手，好像要将手皮都搓掉一样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还请刘元光士兵长不要外泄。好，齐剑宇放松了，尽管相当丢脸，但只要是刘元光士兵长知道的话，倒也不是太难以接受。他毕竟是个很靠谱的男人。可下一秒，一个声音从隔间传出，其实已经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伴随门扉开始打开，满果从一个隔间中走了出来。这种事情其实很正常的，我也经常会遇到。你知道的，你也不想这种事情被教官知道，对吧？齐剑宇冷汗直冒，这是您二位知道的话，倒也没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附近的魔道广播突然响起：紧急求助！紧急求助！请公共厕所附近有指教徒注意，请到第1层第14个坑位。痛苦之蛇齐剑宇需要好心人的帮助，他蹲坑忘记带纸了，他蹲坑忘记带纸了，他蹲坑忘记带纸了。广播重复3遍后才缓缓停止，厕所内一片寂静，三人都沉默了。齐剑宇浑身颤抖，这是谁干的？你和满谷立马神圣切割。不知道，估计是不认识的路人干的。没错，在不小心听到齐剑宇忘记带纸之后，最靠外的隔间里待着的冷风双眼一亮，马上冲了出去。作为一名骄而谦逊的贵族，他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乐于助人的机会。齐剑宇满脸通红，他刚刚张嘴，厕所大门轰的一声被撞开，来的正是他们小队的队友。队长，纸来了！齐剑宇心如死灰，这一刻他已经知道他的人生结束了。当晚熄灯前的密教徒们纷纷传起一条新闻：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剑宇今天蹲坑没带纸，据说还是他手下送过去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剑宇手下也没带纸，他今天是用手指解决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剑宇今天蹲坑忘了带纸，他手下也没带，齐剑宇是用他手下的手指解决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剑宇想从痛苦中获得快感，上厕所故意不带纸。教官寝室中，一名教官哈哈大笑：我听说你们那个连队的齐剑宇在厕所用纸插嘴，这家伙不是我们连队的。第二天，你睁开眼收到了播报：痛苦母神再次关注了你，首次击杀痛苦之蛇第2小队队长。二阶术士齐剑宇放弃资格，主动退出副本，返回原世界。贡献者：萧凡50%，冷风40%，满谷10%。
与此同时，正在集结军队的正道圣徒们集体懵逼。这什么情况？他们的地图都没探索完，怎么就有人手杀了？而且好像是自杀。那相反，不是没进了副本吗？正道阵营这里也没看到他们仨呀。另一边，你们在午休时间提前来到厕所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文明标兵，自然不能容忍在公共区域随地大小便的行为，必须狠狠监督这些密教徒，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。秩序的新徽颁布律法，此地禁止随地大小便。嘴角以外，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，床上不能有人，水池里不准有水，厕所里自然也不能随地大小便。这正是作为一名新世纪学子的基本素养。这些异世界蛮子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很快，厕所隔间里响起阵阵悲鸣。比便秘更痛苦的事情就是连续便秘2天。本就身处高压学习下的密教徒们又遇到了这种痛苦之事，不少人差点就当场发疯了。听说今天早上的习谚语就是因为便秘才自杀身亡的。密教徒们在厕所实在拉不出来，不知道啥原因，结果被木塞堵住了一样，有神秘力量让便意全无啊！结果当他们一脸崩溃走出厕所15米开外后，肚子里又开始翻江倒海，连忙以100米冲刺速度回来，但一推开门，那感觉又如潮水般退去，只剩下一阵空虚。这奇特的寸质感真的要让人抓狂了，难受了吗？飞，究竟是他们有问题，还是厕所有问题？与之相对的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的生活相当规律，清早晨头跑操，白天学习痛苦密教的理论知识，下午和晚上进行实战训练。很快还学到了2个技能，一个是血影，可以暂时把伤口转移到自己影子上；另一个是血流，可以为某次攻击附加流血效果，使攻击部位流血不止，持续10分钟。而在遭受了好几天的折磨后，密教徒们的脸色都凄惨的可怕，逐渐开始变得蜡黄。这种诡异的神秘事件已经慢慢衍生出都市传说，在学生间开始流传一个说法：厕所坑中的蛇。不久前，有个叫齐建宇的学长，因为常年便秘的痛苦自杀，死在了厕所里面。死后便化作了蛇状鬼魂，潜伏在坑中。那阴冷恶毒的眸子死死盯着上方，他平等的诅咒每个正直而善良的密教徒们，让人们饱受痛苦的折磨，以满足他那扭曲邪恶的灵魂。没多久，关于厕所的谜团和诅咒被人联名上报给学校。很快，军团长派遣一名3阶教官来调查此事，结果却很遗憾，教官既没有调查出任何诅咒的痕迹，更没有发现什么厕所坑内的蛇这等古怪的鬼魂，甚至还专门带了检测魔力痕迹的魔法道具来看看是不是魔法的效果，或者是正教徒们的手段。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发现。除了这些，那就只有是神字称号在搞鬼了。但哪个神明赐下的称号效果会让人便秘呢？厕所是神吗？不要随随便便怀疑我们高阶教官的智商好不好？要为逼疯的密教徒们要求教官亲自在厕所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其中的诡异之处。但你的神赐称号有一个限制条件，只对阶级不高于自己的存在生效。你是2阶，教官是3阶，所以当教官一脸清爽走出厕所后，密教徒们都绝望了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最后，教官更是上交报告，功课少了导致了便秘。非常科学。军团长大手一挥，将密教徒们的休息时间往后延了1小时，再将每日作业加倍，果然有效解决了学生们的便秘难题。因为学渣没时间去厕所了。过了几天，你发现密教徒们表情恢复正常，好像都得到了释放一样。满谷脸色难看，范哥，文明标兵行动失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嘴角一歪，错，计划并没失败，这是文明标兵行动进入到第2阶段。第2阶段，没错，就是暗杀。我们曾讨论过一个个暗杀掉密教徒，但这个计划被我们否定了。冷风兄，你知道为何吗？他脱口而出，学校的主要区域全是魔眼监控，密教徒们又成群结队，根本无法下手。等等，你是说？没错，你如果去外面解决个人卫生，会选择在有监控的地方光明正大的做吗？更何况，这如果要是被监控侦测到了，是要违背校规，要被砍手指。所以他们不会选择在有监控的地方，那就只能在学校后山，那里荒无人烟。看向满谷，那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去野外解决个人问题吗？他连忙点头，一定会分散开来。你露出笑容。那现在他们分散开来，主动前往荒无人烟、没有监控的后山，这不就是我们暗杀的最好时机吗？满谷和冷风同样露出笑容。一个男人最脆弱、最容易被偷袭的时刻，便是他蹲着上厕所的时候。这就是文明标兵计划的完全体嘛！不愧是校方老大，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当天黄昏，有个密教徒哼着小曲儿蹲下准备释放，他已经忍耐了整整1天。再强大而邪恶的密教徒，在这个时刻都脆弱的犹如一个婴儿。你做出手势，满谷提起法杖砸向敌人头顶，一声闷哼，这要张嘴求援，冷风马上窜出，将一个奇怪布料堵在他嘴上。随后
后满谷又是一法掌敲下，意识消散前，他死不瞑目看着你们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声音：特喵的哪来的畜生，竟然在别人上厕所的时候偷袭！真是一场神圣的对决啊！诸位太阳县族也想必会为我自豪吧？冷风点头，今天的第一个猎物，萧凡兄，你来这里没问题吗？公共厕所那边不需要守着？呵呵一笑，下了绿地印就行，我来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。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，杀人容易处理难，就让我来处理这些痕迹吧。冷风肃然起敬，若是处理尸体出了差错，处理完的人定然会承担最大风险。萧凡兄不仅想出如此高雅的伟大计划，甚至还有自我牺牲的团队精神，跟着这般人物，自己的贵族之道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你大手一挥，以后大家分头狩猎，把人敲晕后交给我就好，后面的事情我负责处理，不必脏了大家的手。满谷和冷风齐齐点头，你内心暗笑，开始吧。文明标兵计划的第3步，直接开线。什么痛苦教徒、光辉教徒，我萧凡自古以来就是生命母神最虔诚的信徒，通通献给生命母神，既能完美处理尸体，又能捞到好处。今天又是双赢的一天，随即吟唱伟大的生命母神，邀您与我共进晚餐。已击杀2阶密教徒，贡献者萧凡50%，满谷25%，冷风25%。已知痛苦密教学校每天早上和中午各有一次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，又因为厕所已经被诅咒，进去拉不出来，所以教徒们都纷纷选择在野外解决。算下来，一天狩猎的机会有2次。你们3人的狩猎模式都相当诡异，那种满眼通红、面色蜡黄，一看就到了忍耐极限的，就是优先狩猎目标。首先是冷风，这正是贵族之魂的闪耀时刻。作为痛苦恶犬，一直野外排便的他，早对野外的地形结构耳熟能详，何处最能聚集猎物，何处有刺激性的气味，何处有猎物气息，他一闻便知。在别人憋得面色泛黄，快和宿便合二为一，终于找到隐蔽草丛，蹲下如厕的时候，轻轻送上一记千年杀。对此，充满骑士的精神的满谷也爽了，他将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完美运用到了同学们身上，先是一法让乔云同时捂住嘴巴，不让其发声，尽量不使魔法，避免留下痕迹，最后统一扛到萧凡老大那里进行处理。作为伟大的圣光骑士，狩猎邪恶的密教徒，制止他们肮脏而堕落的行为，这很合理。果然，真男人就该堂堂正正的血战记。不过最爽的还是你，寻觅一个山洞，提前打好祭坛，每天都会有人扛着祭品上门，然后将他们通通献给母神，连痕迹都不会留下。这一套流程纵享丝滑，几天就已经形成良性循环。厕所立法，密教徒们被憋得生不如死，去野外解决就被献祭，不去野外就憋得难受嘛飞。哎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校园的文明啊！抓住文明校园着力点，深化底层性的逻辑，通过落实一县级一敲晕、一立法等政策，以此地禁止随地大便为法律依据，实施工业化的文明模式，建设最有素质的文明校园。短短1周就已经有15名密教徒在后山失踪，校园内人心惶惶。很快，那个被遗忘的传说再次被人提起——厕所坑内的蛇。随着院区部的扩大，这一不满足于肆虐于细小的公共厕所，将视线扩到了山林中。凡有违背禁忌胆敢擅自拉野屎的教徒，便会被痛苦之蛇吞噬。教徒们彻底绷不住了，不去野外会憋死，在校内解决违背校规直接死，去野外又会被吞噬。每个人的表情都痛苦的可怕，真的好难受，好难受，莫非憋不住，真的憋不住。而在最危险、最黑暗的时刻，终于有英雄站了出来。在这最危难的时刻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。这个男人成立了野史互助大队，还派专人在后山巡逻抓捕幕后黑手。与此同时，呼吁大家要互相报备各自位置，分享情报，让密教徒们纷纷鼓掌。虽然提出计划的英雄百倍推辞，但还在众望所归中担任了总指挥。你面容神圣，凭借我们之间的羁绊和情谊，定能度过这段黑暗的时光。务必要揪出这背后的阴险小人。3天后，在你带领满谷冷风勤劳的巡逻下，教徒们的失踪人数明显下降，密教徒们悬着的心慢慢落下，众人更加相信你就是那痛苦神选，是指引痛苦教徒道路的引路人。几乎没有密教徒失踪，反对派们纷纷跳了出来。萧凡凭什么带领我们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你带领满谷和冷风主动申请了辞职，甚至顺势取消了集体管控计划。没想到局势瞬间急转直下，仅仅2天又有5名教徒失踪，他们又纷纷念起你的好来。反对派们都跪在门前请你出山。萧凡主任，除了你，我们谁都不服。满谷将军，我们挚爱您呐！冷风冕下，请再带我们尿一次吧。那位成立野史大队的英雄百般推脱，但实在抵不过教徒们的呼声。也就在这时，痛苦心腹萧凡大人发表了著名的释放自由宣言。14天里，我们牺牲了15个兄弟，在最近的2天更是达到了5人，超过前面1周之和，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很显然，这场与敌人之间的战斗，我们失败了。一时间，整个操作的密教徒们都沉默了。这2周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，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憋在肚子里真的好难受，好难受，莫非
你的声音中带着深切的悲伤，眸中甚至隐有泪光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。他可能是一个诅咒，可能是正教的卧底。他卑鄙而狡诈。说到这儿，视线从每个密教徒间划过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绝不投降，绝不屈服，我们将释放到底。我们要以高涨的变异和喷涌的力量去释放，我们要在山林里去释放，我们要在赛甸镇上去释放，我们要在田野和街道上释放，我们要在水里去释放，我们绝不投降。密教徒们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呀！这是何等鼓人心的演讲！他们高举手臂，任由那元始冲动信任大脑，必要的时候大持久战，就是使劲憋；必要的时候孤军奋战，就是一个人憋。我有一个梦想，便是我们所有人，一阶教徒也好，二阶教徒也罢，痛苦牧师的所有子女都能在内陆阳光的照射下，情同手足的一起释放。你耳边又传来星光体绷不住的声音，你他妈又引起了痛苦女神的注意。看到你头顶上出现的剧情，密教徒们疯狂鼓掌，为了自由，绝不投降，我们将释放到底。掌声最开始是零零散散，最后越来越多，逐渐汇聚成雷鸣。为了自由，绝不投降，我们将释放到底。消防神血，消防神血。1周后，军团长办公室内大门打开，你接到报告。这段时间，60名密教徒只剩20多人，200名一阶也去除小半。聂荣身为痛苦学校的教官，如今的任务只剩下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刺杀4阶密教军团长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躬身，军团长冕下，属下已经确信，我们中出了2个叛徒。他们的名字我已经知道。另一边，圣徒据点教廷圣徒们人都傻了，先是每天1、2个，然后变成3、4个，最后甚至一天能有上10条。面对不断涌现的击杀刷屏，他们表情是这样的。我知道弹幕想说什么，那么就一起走一个吧。那边境3处到底在密教据点里干了什么？搞大清洗吗？圣徒内部人心惶惶，董子明脸都绿了。再这样突下去，人都被他们屠光了。小粉的分数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0分，满520分，冷分19分。等决赛任务完成时的分数，恐怕他都要满分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他还能挣扎。小粉不过是清理了一些杂兵罢了，不足为虑。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我已经成功和学校内部的高层搭上线了。那是一名很有威望、很有权威的军官，他决定弃暗投明，愿与圣教合作。我们并不知道那位大人的姓名，但他所提供的情报都是准确的。我们只知道那位大人的称号——痛苦心腹。明天我和花云渊再与那位大人会晤。神秘的信徒们，决战之日就要到来，我们必将胜利。圣徒们感觉自己就行了。不愧是有着伟大人格魅力的董子明大人，竟能将人家邪恶的痛苦军官给感化。边境3处做得到吗？次日夜晚，经过重重排查，董子明、花云渊进入一处木屋，终于在星光的笼罩下看到了那个男人背着手的身影。花云渊咳嗽一声，尊敬的冕下，您可以称呼我为花云渊，这位是秩序骑士董子明，我们很荣幸与您合作。您点点头，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光辉女神最忠实的信徒。董子明听他翻了个白眼，你个屁！愿女神照耀您的道路，教廷能收获您这样的虔诚信徒，实在是教廷之幸。若你能再为圣教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。你呵呵一笑，女神想要什么？若您能在明日晚上11点半解除据点的防卫系统，那便是为女神最好的奉献了。掏出一个护符，这是秩序教廷与炼金教廷联合打造的高阶木道具，名为法律的宽恕，能够短暂消除仇恨，持续5分钟。你点点头，不愧是学法律的，这进步意志就是强。看来女神很有诚意啊！我听说你们那有个叫萧凡的家伙，你们觉得他怎么样？花云渊脸色一黑，萧凡此人卑鄙无耻，不过是来自边境的粗俗之人罢了。作为秩序骑士而言，最厌恶的便是混乱分子。萧凡显然是天生的混乱之徒。你呵呵一笑，那如果我让你们将他抓来交给我，想必也很愿意咯。董子明点头，自然如此。毕竟为了全体圣徒的成绩，更是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一个边境人，完全是符合公理秩序的。你点头，那可太好了。现在签订契约吧。你们各自掏出一张神明赐福的契约书，这是你们获得的圣遗物之一。双方各自留下灵魂痕迹，无法违背契约内容。你的条件很简单：1. 若得知萧凡的消息，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并杀死他；2. 永远也不能伤害或者背叛盟友。在成功与痛苦心腹碰头的第2天，董子明带领队伍埋伏在后山，看了一眼怀表，11点很快就要到来。按照约定，此时痛苦心腹就该带队来接应他们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。山林间赫然站着3个人影，董子明心中赞叹：痛苦心腹、痛苦猎鹰，还有痛苦恶犬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痛苦3杰嘛？这就叫专业呀！花云渊咳嗽一声，阁下贵安，请问您解决炼金法的防御做的？你呵呵一下打断，我要的那个人给我带到了吗？花云渊十分不爽，那个该死的边境仔萧凡，无组织无纪律，1个多月了都不跟教廷联络，现在去哪儿找他？惹了这么大的大哥，还阻碍了团队的计划。若他还要脸面的话，早就该
主动出来谢罪了。董子明摆摆手，阁下，请您放心，我们总会找到他的。你点的很好，那就随我来吧。转身下山，董子明在跟上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学校的灯光已然熄灭，他们终于成功潜入了痛苦学校。你带着他们不断扫荡新生的房间。伴随一排排击杀提示飘起，董子明最意外，这次攻坚者终于不是那3个该死的边境人了。凭借他们现在的兵力，就算对上金团长也没什么好怕的，会赢的。在猎杀了20名密教徒后，终于有人消消警钟，一时间整个据点灯光大亮，无数密教徒围了过来。董子明心中战意高涨，他所期待的正义之战就要打响了。今夜我们必将获得胜利，我们必将取得失落的秩序。不少黑袍密教徒汇聚过来，很快停在面前，他们眼神狂热。董子明笑了，昨天见过这队伍，正是痛苦萧凡创立的亲卫队啊！不愧是那位大人，有这等强大的内应相助，何愁不能一举歼灭痛苦密教呢？可这些人齐刷刷一举手，向萧凡神学报道，向萧凡神学报道！萧凡神学，此时你这才多冒，你好，我是萧凡。董子明的肉眼瞄的究竟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不是，萧凡怎么就成了痛苦密教的神选啦？正道圣徒们的耳边都被人击杀通报摸出茧子了。在董子明的脑海中，如此多的人头，你们至少也得是个痛苦密教的通缉犯之类，怎么就成痛苦心腹了？心腹大患还差不多。更让他们难受的是，想起了昨天晚上的对话。萧凡此人卑鄙无耻，作为秩序的骑士而言，最讨厌的便是混乱分子。萧凡很显然是天生的混乱之徒，我们从未认同过他。汗流浃背的兄弟，此时此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。话语间向你微笑，萧凡阁下，那个真喜欢和我们开玩笑。你知道，我们都是为了铲除密教徒而存在的圣徒，有时候需要向敌人撒一个小谎，但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私人恩怨，我们深表歉意，希望您可以理解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放弃私怨，团结起来，一起消灭痛苦教徒。你撇了撇嘴，只要没有道德，就不会被绑架。我没有和你们开玩笑，我很认真的。董子明脸色涨红，萧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反水吗？不要忘了，我们签订了联婚契约。你呵呵一笑，董子明提示，可真是误会我了。我们当然要遵守合约上的内容，而且是严格遵循。所以你已经知道了萧凡的消息，现在他就站在你面前，请根据合约上的内容杀死他吧。等等，你提出了2个条件，存在悖论啊！董子明两汗直冒，按照教义，内容互相违背了合约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也不受到秩序的监督，所以这个契约根本就是一张废纸。从这一开始就是萧凡的陷阱。萧凡兄，我们都是圣徒，您知道的。我对不住你，但我的同伴们并没有背叛过你。作为一名圣徒，维持秩序、铲除密教徒是我们的责任。萧凡兄，你一定要信我啊！慢慢向你靠近，突然抽出剑刃砍了过来，你后退一步，您的咒语很快影子在你底下疯长，血影辅助魔法可以暂时把伤口转移到自己的影子上。你发出胜利宣言，10分钟后你将会死亡。与此同时，你的死因将会是因羞愧而自杀。看身旁圣徒们畏惧和质疑的目光，董子明真的好气。他作为秩序骑士这么多年，都是沐浴在众人的崇拜之下，何曾受过这种待遇呢？既然做了，就要做到底。再次挥剑砍下，你又后退一步短攻击，还从袖子里掏出匕首划上他面部，呵呵一笑，我不打扰，我先走了哈。很快，无数密教徒将他团团包围，董子明彻底疯狂！阵前决斗就溜了。说好的荣誉对决呢？密教徒亲卫队主动为你让出道路，路过的每个人都低下了头。萧凡老大辛苦了啊！他真的好贱，这玩意儿到底哪里辛苦了？而你让密教徒们如此幸福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承诺过修建一个新的公共厕所，那可是新的厕所啊，象征着自由的厕所。在正教圣徒们和痛苦教徒们对峙的时候，你走出人群，角色都到齐了，该开线了。转身走向军团长书房，军团长嘴角一抽，虽然早知道这个小灰毛前途黑暗，未来不可限量，一定会成为社会大败类，但他没想到幼年体就已经如此出生。他作为痛苦军团长，自以为是一个相当道德败坏的人渣，但在看见你之后才发现，在道德败坏的领域他还有进步空间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天之前，你和军团长碰面的时候，手下已经确信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，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，没错，就叫萧凡，我就是叛徒，这个机密只有教廷主教才知道。军团长人都傻了，我才刚刚开始怀疑你，怎么就招了？难道光辉教廷的人当卧底也这么光明正大吗？按照你的说法，虽然你是教廷派来的卧底，但在正道中却受尽侮辱和歧视，从来没有感受过友谊和尊重。但在来到痛苦密教这段日子里，才醒悟痛苦密教才是真正适合你的地方，在这里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。省流爷投敌啦！军团长半信半疑，然后就是刚才的剧情，你主动把教廷圣徒们引到了学校中，而且砍向董子明那一剑绝对带有杀意，他不会看错。军团长这才彻底放心。军团长冕下，我成功将圣教徒们引来了，相信全灭赛殿镇上的圣徒应该足够您升迁了吧？你小子真他娘是个人才，
那我生前到了前线，这么大的痛苦学校该交给谁管理呢？真叫人不放心，得交给一个信得过的心腹呀。他站起身来，萧凡，向密教证明你的忠诚吧。无论你用什么手段，圣徒也好，密教徒也罢，杀光他们，你就将接替我的位置，成为新的军团长。你转身离开，门外冷风等候多时，萧凡兄都准备好了。满谷从远方走来，萧凡大哥这边也搞定，没错，早在1个月之前，你们就暗自改造了宿舍周边，现在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祭坛，而一口气献祭这么多生命，已经不是念几句改造后的悼词那么简单。还好你早有准备，生命献礼高阶召唤类魔法，效果是可以从生命祭坛中召唤曾经逝去的5阶亡灵。本来以你的实力只能最多召唤半分钟，但这里可是痛苦学校，在学校中央有一个巨型炼金法阵与密教总部连通，专门用来吸取学生们的痛苦，以此积累魔力，发动魔法，积累魔力从身体中飘出，随着法阵运转，新的魔力进入身体，一个恐怖身影悄然浮现。一会儿我念什么，跟着我一起念：5阶祭司，不屑一笑，小子放尊重点，区区祭祭仪式可不需要用你个小辈来教导。10秒后，祭司疯狂做着笔记，尽管他已经死了，但依旧充斥着对新鲜知识的渴望。您继续说，您继续说。另一边，圣徒和密教徒们杀作一团，董子明面色扭曲，虽然被萧凡坑了，但他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向他倾斜。稍微10分钟后，和死去之事胡言乱语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秩序教廷。就这时，你突然出现，还有1分钟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小凡，你该死了！几名圣徒向你杀来，你就牺牲到死亡红月最初的生命，灵界世上的永恒母性。您虔诚的信徒萧凡为您的诞辰献礼。远处的5阶祭司做出同样动作，星光体大开眼界。你特喵的同时引起了生命母神和痛苦母神的关注。很快，所有人都察觉到天空中莫大的恐怖。冲向你的几名圣徒身体慢慢融化，远处的军团长看得津津有味，这年轻人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啊！既然还能与其他密教结合起来，构思出这么有创意的什么方式，能干到这个地步，谁还敢说这小子对密教不忠诚呢？董子明的表情是这样子的，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，那就弹幕一起走一个吧。你每经过一个人，他的身体就会慢慢消融，一个又一个的密教徒，一个又一个的圣徒，通通化为你脚下的血水。什么生命母神、痛苦母神，这个叫萧凡的，猜他们是些什么？董子明忍不住跪倒在地，你将手按在他头上，愿您今夜安眠。话音落下，他也化为灰烬，星光体发出提示：任务1完成，所有2阶密教徒已死亡。任务2完成，所有1阶密教徒已死亡。肆虐赛殿多年的痛苦密教被吐光了。几年后，你披上象征军团长的披风，温暖的阳光照进房间，安宁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此时电报上突然响起，一封信被吐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准备新的痛苦原料供给前线与他战斗。啥玩意儿？什么叫与他战斗？这个学校究竟是为了哪场战斗而培养新兵的呢？冷风走了过来，小浣熊，我们该离开了。满果呵呵一笑，小浣老大，等一下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。什么？虽然我看着挺憨，但其实机智的一批。老大想做什么，我们还是明白的。冷风点头，萧凡兄是想要自杀，完成最后刺杀军团长的任务吧？鄙人和满果商量好了，既然是兄弟，要死就是一起死，不然鄙人便不配自称贵族。满果表情认真，我冷风得到这么多分数，全靠萧凡老大，我们已经知足。存活到最后的圣徒会有额外分数，但我们并不想获得因为兄弟死亡而得到的分数，这对于太阳骑士而言是耻辱。更关键的一点，再加上副本内死亡的教徒会失去副本中的记忆，如果我满谷活着回去了，就会留下记忆。至于教廷，也许会审问我们俩，毕竟这次所有圣徒都团灭了，你们究竟想说什么呢？冷风嘴角以外，既然如此，便不给他这个机会。鄙人决定来一个死无对证。小樊兄，你终于笨了一次，哈哈！我们是队友，这个世界考验的正是友谊和信任。满谷脱下上衣，小樊兄，我们当然和你同生共死啊，哪怕只是副本里，要么一起存活，要么一起死亡。太阳的骑士满谷先走一步，小樊老大回去后，我们可要好好喝几杯。冷风又要行礼，月亮贵族冷风也跟着退场了，随后用小刀割下喉咙。小樊兄，明天见。你十分感慨，这俩兄弟真是够傻的，活着回去还能多领一些凑合分数呢。既然如此，我也陪他们疯一把好了。推开一间角落的房门，里面是一个小型祭坛。星光体一脸懵逼，你想干什么？欲望，月亮的母神，伟大的生育主母。您亲生的信徒萧凡奉上礼物，将祭坛上的萧凡奉献于您，邀您与我共进晚餐。话音刚落，祭坛周围的蜡烛瞬间熄灭，这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邪的手段。我献我自己，密教徒要献，圣徒要献，自己也要献，如此才称得上健全。很快，你感受到灵魂挣脱了肉体。解散语音响起，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来到了星空中，星光体就要抽搐。你是怎么想出把自己献了这种鬼点子的？呵呵一笑，因为把在场所有人献了收益最高。那冷风和满谷呢？生命母神不是死的。你看那星光体上空的脸，抱歉，是我疏忽了。您的化身作为副本监督员，当时也肯定在场，应该把您也一起献了的。很遗憾，是我实力不够，让您遭受冷落了。
请放心，下次一定会努力。星光体无语，努力啥呀努力？努力整整机器一起上桌吗？这小畜生到底是谁研究出来的呀？你的朋友在那里等你，你快走吧。副本世界和现实流速不同，你们在副本中待了1个多月，外面也只是过去了1天而已。冷风叹口气，鄙人好像失忆了，看来鄙人在教堂世界死去了，俺也一样。满谷鄙人自信，想必我一定是作为一名光辉的圣骑士，与邪恶的痛苦教徒为敌，一直战到最后1秒，光辉战死的吧。冷风又爱笑，那么本人也定是以一名光辉贵族的身份，引领着领民，最后为百姓而死，倒是不枉此生。你快绷不住了。此时面前的结界面不断抖动，有这么难结算吗？教堂世界赛店已完成攻略，世界碎片最终归属光辉教廷，小队整体评价 S+，达成成就痛苦3节。冷风和满谷人都傻了，屠了这么多密教徒就算了，居然连军团长都给突了，那可是4阶巅峰的透过战士啊！我们3个也太强。星光的继续提示，现在生成个人成就，冷风存活时间761小时14分。冷风嘴角以外，他深信自己取得了足够光耀门楣的成绩，这是传过去让父亲知道了，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吧。人都傻了，半神老爹会打死他的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小范老大，你的成绩怎么样？能拿回去见家人吗？你们我低下头。满谷拍了拍你，小范老大，成绩到底如何呀？你脸痛苦，我靠砸了。他正准备安慰，只有3个 S 评分。他们俩是真的麻了呀！通关副本的同时，法阵外也被圣徒们团团包围，议论纷纷。你们会觉得是谁完成这项壮举呢？我猜是老手的贵族花云烟小姐，他们家族可谓是练习名家了。我觉得是德鲁伊教廷的戛纳小姐也有可能。你们不知道吗？秩序教廷的董子明骑士也去了，我听说过他。这位骑士已经可是跟着通关了好几个世界了，真是一位完美的骑士。既然是他，那毫无悬念了。此时前方一片嘈杂，有人出来了。温云汉迎了上去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情况如何？圣徒们浑身颤抖。我们记不清了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温云汉点点头，这症状看来他们肯定在副本里挂掉了，而且这反应肯定是死前经历过很恐怖的事情，即便失去了记忆，灵魂本能也会留下恐惧的症状。那个痛苦军团长这么恐怖的吗？查看了他们的分数，怎么全是个位数啊？对主线任务的贡献甚至都接近0了，一个密教徒都没讨伐掉。林婉儿呵呵一笑，温云汉学长，看来你们家圣徒心理素质不行啊，若是花云烟肯定不会这样。温云汉本能感觉不妙，他想起之前监考过的2场考试，每一场都出了意外。难道说围观群众们又传来呼声，是炼金教廷的花云烟小姐出来了？他一把抱住林婉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姐姐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林婉儿总感觉这场景似曾相识，他好像也这么破防过。更多的圣徒们精神恍惚出了考场，一查成绩都是个位数，表情都郁郁的想自杀。里面这藏的是些什么？这副本到底怎么通关了？温云汉汗流浃背，拜托了，来个靠谱点的吧。很快有人走了出来，这是光辉教廷3兄弟。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摇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死了，记忆都清空了。他人都傻了，全灭了，没有一个圣徒有副本记忆。这下赛店副本似乎对阵完全是未解之谜。查看了你分数，综合评分3个 S。教廷司铎们发出惊呼，这从有人拿过如此成绩。懂了，他们全都懂了，一定是萧凡带领满谷和冷风这边境3人在孤立无援的战场上浴血厮杀，暗杀掉了一个又一个密教徒，最终只剩下了那个痛苦军团长。满谷和冷风已经牺牲，只剩下了萧凡一人，但他没有屈服，在做出巨大牺牲后，终于和军团长同归于尽。一位没落的英雄，萧凡他才是真正的教廷新星。温云汉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但现在无法调查，事情只能这样了。拍拍肩膀，多余的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快进到下一个副本。另外，由于你得了双满分，额外获得了光辉女神的10级赐福，唯一新魔法圣光礼赞。你内心狂喜，感觉这玩意儿和生命线里搭配起来能成永动机啊！与此同时，痛苦密教第3教堂第4分区一场同样的仪式也正在进行。虽然前路的同伴几乎都死绝了，但痛苦司铎根本无所谓，因为教廷圣徒们也被全灭了。此时的他们看着击杀排行榜，陷入了沉思。这个叫痛苦心腹的神秘奇男子究竟是谁？由于通过了赛店小镇的副本，并且成为了新任痛苦军团长，由此你解锁了下个新副本的权限，去往混乱王国的边境都市中联 PC 星光体道。这次副本要求
是在2名4阶同伴一起。你想想，冷锋和满谷是3阶，等级肯定不够，自己身边还有个4阶的女仆温雅贤，那还有个空该找谁呢？有了，就是找圣女吧。于是找到瑶汐，具体怎么说服的就不赘述了。小圣女倒是有点逃课的兴奋。小凡，我已经叫你允许就进入新副本，真的可以吗？呵呵一笑，放心，都交给我。很快你们联系上星光体，混乱王国启动。世界未接4阶3万年后的人，欢迎来到自由之城法洛尔。这里的主题只有一个，就是自由。请记住格言：混乱不是漩涡，而是上升的阶梯。等再睁开眼，站在人行道上，身边站着剑术巨魔、青面儿的兽人，也有作为执法官的人类。与3万年后的人类领土不同，混乱王国是一个多种族、多信仰的自由王国。因为种族越多，种族矛盾和歧视就越多，管理就会越混乱，混乱母神就会越欣喜。星光体此时发布了任务。简单来说就是全员生存72小时，并且还要考取3种以上的公务员执照。那行呗，先考试吧。翻看报名表，一个职位深深吸引了你，回复术士就是这个。要知道，你最擅长的就是回复，也最擅长治愈人心了。进了大门，只看到各种种族生物，他们的眼睛空洞无神，手中都提着电话。400的坐线，下水道什么时候能修好？我杀了你的！大街上凭什么不能？我要把放进火山魔人的火锅里烫桃花。公务员们却面带微笑，温柔而讨好的一一回复。此时系统播报响起，欢迎3位面试3级职位回复术士。作为回复术士的您，请对市民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做出耐心回复，消除掉市民对政府的差评。原来是这个回复吗？这算哪门子术士啊？游戏看看考核内容，这也太难了吧！你呵呵一笑，放轻松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充满了耐心，充满了爱心，无论是多么刁蛮的市民，都会被我们感化的。游戏点点头，翻看资料。第一位4阶火山魔人卡布西斯，差评原因是在前往公务员考试的路上，脑袋突然被一群兽人给炫了。现在正要求巡警寻找他丢失的脑袋，却被告知他的脑袋是超过排放标准的低质量火锅炉具，被城管收缴后卖给废品回收站了。这差评真的能通过爱来消除吗？电话响起，周围的回复术士们一脸同情。这个火山魔人连续打过很多个差评了，这个小灰猫肯定也快被弄崩溃了。你微笑接通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把我的脑袋还回来！你也不说话，也不堵住耳朵，就耐心听着电话那头吼叫和咆哮。这位市民，您的诉求我已经听到了，请您稍微冷静一下，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呢。请您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回复您所有困惑。这声音温和，一听就能治愈人心。周围的回复术士们纷纷刮目相看，这小子可以啊！经历了这般咆哮嘶吼都能保持理智不崩溃，接下来只需要道歉装死，转移话题就好了。魔人骂了老半天，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语气缓和下来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可下一秒你一开口就是温润如玉。您的脑袋已经找到了，我替城市管理员人向您道歉。您的头颅并不是低质量的火锅乳具，您的脑袋更适合给你的尸体做高质量焚化炉。魔人懵逼了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是说，您的脑袋就适合当您的焚化炉，也算是为您的亲人尽孝了。我从没见过那有创意的脑袋，火葬场会抢着收购的。当然，若是焚化炉不满意，也可以拿来作为您的盒，24小时保温加热，给您服务最舒适的体验。火山魔人彻底疯狂！你他喵的给我报地名，我真世界！呵呵一笑，市政府厅对面炼狱街道上，你要不敢来，就是个懦夫，可以躲在背后里直接给我打差评。默认你的气歪了，你是啥？叫啥名？你看我弄不弄你就完事儿了。你看点差评名单，下一位投诉人是个绿皮地精，你爹的名字叫卢仙，你多有点人，到炼狱街道指定没你好果子吃。挂了电话，表情幸福又满足，今天又是治愈人心的一天啊！回复大厅所有人都看向你，像是看恶魔般，这特喵什么思路？有什么操作？这个小灰猫难道不想活了吗？你拍拍小手你肩膀，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来亲切友好的回复地精先生的疑问吧。姚希脸色一黑，总感觉在你的衬托下，混乱王国的市政厅还挺秩序的。下一位市民资料，3阶地精头领，差别原因是在前往公务员考试的路上，地精先生的矮人女朋友被巨魔踩死后，又被兽人烫火锅吃掉了。现在要求城管赔偿他的女朋友，却被告知他的女朋友是低质量过期发售食材，几名兽人的胃部都不约而同染上了某方面疾病。食品管理局已经提出诉讼，要求卢贤赔偿损失并报销住院费。接过电话，地精上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输出。根据你多年治疗经验，这里属于急眼型市民，因为爱人离去导致他们心理阴影，使得他们的情绪偏向过激化和冲动化。治疗这类病人，需要先安抚好他们激动的情绪，同时要全程微笑，用笑容来治愈他们受伤的内心。在聆听地精长达3分钟的情绪输出后，你的回复只有2个字：哈哈，急了。
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露西安真的好气，当时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输出所有词汇全部反弹回来，怒气都在胸口无法发泄，好气，好难受吧，飞！他气得皮肤都红了。无论怎么骂，怎么批判，你就是俩字儿，别急。露西安彻底疯狂！他很想说自己没有急，但越解释就越显得他越急。在哪儿？干不干不为止？我现在就来干你！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翻看下一位的投诉视频信息，是食物中毒的兽人。你的女朋友很好吃，就是有点发臭了，你应该谢谢我才对。露西安彻底疯狂！你，原来是你！叫啥名儿？呵呵一笑，我叫斯卡德，现在在市政府对面的猎鱼街道等你，多带点人来，不来是孙子！此时的恢复大厅，所有种族都停下手头工作，看向你的目光，尊敬中带着3分敬畏。很快你就亲切友好的回复了6位投诉市民，拉着姚希坐到窗前，看市政府对面的猎鱼街道，一个无头的火山魔人正缓缓走来。没有脑袋的他，思考能力有限，脑子里只剩下了几句话在回荡：绿皮肤的地精卢仙，杀了他！另一边，痛失女友的地精头领带着10几名小弟，咬牙切齿走在街道上。兽人斯卡特，就这个家伙吃了他的女友，还敢说他女友有些发臭，不报之仇，他怎么在地精圈里混？站在火山魔人面前，炼狱大街怎么走？魔人一愣，你是不是叫卢仙？老子就是叫这个名，怎么啦？当场就是要一会上来啊！我只是问个路，你至于吗？懂了，卢仙全都懂了。那兽人在电话里要他多带点人，难道这个魔人就是他站在帮手吗？大吼一声，给我上！带着小弟和魔人站作一团，一旁的混乱市民纷纷拍手叫好。很快，更多的投诉市民纷纷加入战斗。你瞧瞧，赵云车水对炼狱街道是否魔法圣光礼赞，效果是炼狱范围内灭同没死亡1人，魔力只有恢复5点。同时，将所有魔力值都用到了你唯一的高阶魔法中生命献礼。5阶的黑暗祭司再次被你召唤，感谢萧凡老板的再次指明，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呢？呵呵一笑，我将要传授给你无极坛献祭的祷词。无极坛献祭也是官方更新版本中方便资深老玩家所更新的祷告词，只有圣阶及其以上玩家能够使用，大手一挥，你有5分钟时间把街对面那些人都给我献祭掉。祭司点点头，虚而实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刚刚才学到的新知识，马上就能用到实践中了。另一边，6军混战已经结束，死伤惨重，但还是有一口气儿。这时地面开始发光，他们惊讶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开始扭曲。与此同时，5阶祭司鼓动庞大的魔力念道：原初的生命，红衣的主人，在无名的祭坛上医学代言，一股敬献，将眼前的混乱教徒奉献于您。话音刚落，炼狱街道上的人们身体慢慢融化，随后化作灰飞。与此同时，星光体发出了提示：差评人数0，差评消除率100%，获得额外奖励，职位升级。美味的小孩，你引起了生命母神的注意。你向姚希微笑，看，我们又守卫了光明女神的秩序，整个街道没人后，治安就好多了。姚希绷不住了，是你消灭了痛苦的人们。但松了口气，今晚总算是结束了。结束？不，我们是公务员，更是城市公仆，为市民服务的事业是永远不会结束的。猎云大街的市民们虽然再也没了痛苦，但其他街区的市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城市那么大，凭我们2人根本做不到呀！你呵呵一笑，谁说只是凭我们2人了？看向回复大厅，临时工们也是空洞，所有人旁边的摩托电话还在响着，无数声辱骂怒吼的声音回荡在大厅中，但他们都没有理会电话，而是只是注视着你。你上台演讲，刚才的操作你们都看懂了吗？差评已经全部消除，我还被评为了优秀员工，升到了2阶职位。你们甘心这样吗？难道就甘心一直忍受这样的生活吗？功劳是上层的，错误是下属的，道歉是你们临时工的，你们愿意接受吗？我已经将我的本事传授了，你们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，让整个法洛尔感受愤怒吧！让我们把这座城市烧成灰！恢复术士们的眼神都亮了起来。此时摸到电话，仍然传来无尽的叫骂声，一个矮人举起电话，再叫，把你的塞进你的。对面明显被骂懵了，矮人最慢越兴奋，越慢越畅快。别给我误叉叉，不提名，看我削不削你！直接打开差评名单，报出下一位差评市民的名字，并相约他在梦魇大街决斗。好爽，太爽了！无视的回复术士们开始尝试，别急，破防了，哈哈。姚希嘴角抽搐，此时的回复大厅已经是群魔乱舞，幕情与落霞起飞。现在不只是一个炼狱大街，整个城市都将陷入混乱之中。很快，能源四起，星光体的提示不断跳出。梦魇大街差评消除率10%、20%，死亡公园差评率消除30%，安岳道差评消除率40%。按照边境世界的规则，人死的越多，你升官就越快。星光体绷不住了，小凡，你他喵的升职通知又来了！恭喜你，已经升到了1级职位，回复部部长，完美通关公务员职业，恢复术士。行，通关一个，在通关了恢复术士的职业后，下一个职位是恢复术士。很好，既是救人，很符合自己的圣徒形象。走进医院，躺着一排又一排的患者，而排在最前端的都是高阶种族，他们个个表情傲慢。一个老精灵对你怒吼：“我一看见你，病情就加重了，得了
赔钱吧你！其实他并没有生病，之所以排在第一排，就是为了进去讹钱。这恢复术士敢说不给，他当场到了急诊室里，一来二去也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方法。走进病房，护士温雅贤恭候多时，贴心的女仆小姐甚至直接在病房内摆上了祭坛，呵呵一笑。那么开始吧。老精灵气哼哼走了进来，我告诉你，我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他刚进来就腿一软，呵呵一笑，轻轻躺在手术台上。老精灵扭头就走，好歹活了几百岁，见得多了，这哪是什么手术台，分明就是生命密教献祭的祭坛。温雅贤啪的一声关上大门，请患者继续手术，不要放弃治疗。老精灵疯狂摇头，我没病。你一脸微笑，您说笑了，您明明是怀孕了，还怀了双胞胎。我哪里怀了双儿？话还没说完，就感到腹部迅速胀大，好痛啊！特喵的，碰瓷了那么久，终于遇见一只畜生了。没错，你使用了称号贱东西，再加上终结魔法神的馈赠，我可是专业的医生，我会骗你吗？保大还是保小？你放心，我们医院会一条龙服务的。保大，医生，我要保大！你要知道，如果我死在你手术台上，就会拉低生还率，你会死的。大手一挥，万物生长，启动。两发魔法下去，老精灵惊恐地发现他生异形了。你面露微笑，孩子们都很健康活泼，并且一出生就4阶实力，而虚空哥一出生就啃食老精灵。作为一名有医德的医生，既然答应了保大，那肯定要保大的。你让温雅贤释放引力魔法，消除你们的气息。小 baby 们找不到妈妈，哭着冲出病房。外面等待抢救的病人们是一脸懵逼，怎么飞出来2只大胖蛾子？是我们要死了产生幻觉了吗？这时系统传来了提示：手术完成，市政府第3医院主治医师3级恢复术士萧凡，生还率200%。在你之前，排行第一的生还率是德鲁医院的95%，可是逆天的200%生还率出现后，周围的市民们全都傻了眼。这3级医师是谁啊？怎么还买1送1？我操，神呀！95%的生还率都很可怕了，200%那还了得？肯定是文明医业。无数的患者被你的名声吸引，前来看病队伍都排成一条长龙了都。急救室内，老精灵浑身颤抖。医生，请问我能走了吗？您误会了，我说我们是一条龙服务，从出生到殡葬，我们无所不包，保证您生得欢乐，走得安详，吃得开心。我已经为医学事业献身了，现在改名为餐饮事业献身了。所谓医者仁心，出生者妇科圣手见东西，年年都悼词，欲望月亮的母生，伟大的食医主母。您亲爱的信徒萧凡邀请您与我共进晚餐，献身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献出身体吧。我接下来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多，星光体不断传来提示，成功治疗10人、11人、12人，无数的虚空蛾从在医院飞出，加入城市混战。原本稍微停歇的叛乱再次爆发，星光体彻底疯狂。小凡，你的升职通知有特喵来了！恭喜升任1级职位医疗部部长，你完美通关公务员职业恢复术士。他从没见过有家庭圣徒在混乱王国能升级这么快的。你已经通过2个职位了，还有1个职位准备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最能服务市民的职位。你不会想当市长吧？法洛尔可没市长这个职位。你大手一挥，那是因为之前我没有来。不久后，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根据记者报道，虚空生物是生命密教的，圣洁祭司也是生命密教的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这场混乱就是生命密教造成的。会议上你义正言辞，我萧凡自古以来就是混乱母神最忠诚的信徒，我必将亲自带领城管去搜捕他们，必将这群不法之人绳之以法。没过多久，你借助城管前程搜捕，很快就有2名城管来通知你找到一处窝点，刚说完他们就被温雅贤暗杀。你进入剧院展示了一番对于献祭的几个知识点理解，听得生命教徒们头头是道，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随即你振臂一呼，同胞们，现在正是这个城市最虚弱的时候，联系我们隐私在边境的所有同志，我们全面反击的时候到了，将这个城市全部端上牧神的餐桌。为了引起信任，你甚至动了魔法，又召唤出了5阶生命祭司给你站台。一旁的生命母神密教老主教都震惊了，我操，这人一定是上头派来的大人物啊！怪不得年纪轻轻就如此熟悉献祭知识，一看就是个卑鄙无耻、无恶不作的大败类。大人，不知道属下该如何称呼您呢？叫我萧凡就好了。老祭司将这个可怕的名字牢记，随后冲着全体生命教徒呐喊，将这个城市都端上牧师的餐桌，以此为礼物献给伟大的萧凡大人。第2天，真的图书馆的游戏打开收音机。早上好，患者之城最新消息，萧凡竞选市长支持率达到30%，或者之城或将迎来500年来的第1位市长。这什么情况？这30是咋来的呢？因为不少街区连选民都没有了，没人反对你，所以支持率
就达到了100%，而部分地区人口还很多，例如皇后区等贵族地区，死亡率低，你的支持率也低。与此同时，生命教徒在你的命令下，丝路献祭他们隐忍很久，今年甚至被评为了混乱之都10大先进进步团体，并被官方颁发良民这种奖状。卧底被评选为良民，简直是耻辱中的耻辱。感谢萧凡大人给了他们献祭的机会。一时间，你的声望也在生命教徒里达到顶峰。而城市管理局这边看生命教廷竟然如此肆无忌惮，那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便水落石出了。生命祭司也好，虚空生物也罢，这一系列出生行为果然就是他们策划的。萧凡部长的猜想果然是正确的，你的声望在混乱教徒里也达到顶峰。接下来混乱之声的新闻播报：生命教徒和混乱密教徒全面开战。回复部部长萧凡先生出席今日的记者访谈会，会上萧凡先生强烈的谴责了生命密教的侵犯主权行为，这种霸权献祭主义迟早要被绳之以法，这是混乱之都不可侵犯的底线。据介绍，这位萧凡先生自从上任以来所回复的街区都实现了0%的差评率，为混乱之都评选最美城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与此同时，兼任医疗部部长的萧凡先生更是以远超100%的手术生还率闻名于世，为我市的人口优化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医者仁心的他被誉为混乱之都最美医生，市政厅越发叫人失望。在这个最动摇的时代，议会已经无法回应人们的期待，只有新的领袖才能带领我们向前。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，本栏目现在发起市长候选人投票，请各位市民们凭着本心投出最公正的一票。我们向各位市民保证，本次投票一定做到公开透明原则，绝不会有半点虚假，不会偏向于任何一位候选人。在节目的最后，请让我们感谢本次活动的最大赞助商萧凡先生，也感谢萧凡先生为观众们送出的美好福利。若您不投萧凡先生，可以免费领取市政厅的全套医疗服务。回复大厅中，主编做完节目，脸上露出讨笑容。萧凡部长，您看这样讲可以吗？你问我意见干什么？我又不能干涉你们，只要公平公正就好。查看状态。最终考核开始。对了，那么皇后街和光辉区的投票名单给我吗？他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你可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就是单纯了解一下。主编汗流浃背了，很快你走出回复大厅，把名单交给温雅贤，吩咐生命教会将名单上的这些人都给献掉。另一边，痛苦军团长也收到了电报，尊敬的痛苦少校安杰罗冕下，现在城内混乱密教和生命教徒大战，正是我们痛苦密教的好机会。落款正是萧凡。安杰罗呵呵一笑，这种大事骗不了人，明天肯定会上新闻。没想到我安插的卧底还有这种本事，听我号令，混乱教廷与生命教廷已经在城中开战，士兵们向混乱之都进军。他预感自己将会全面拿下混乱边境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都不知道怎么说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断了半条胳膊的军团长走进市政厅，痛苦密集的士兵们也时不存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占领市政厅，这个城市就是他的囊中之物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。很快，一个人影走了过来，军团长，好久不见，萧凡向您报道。还有一口气的生命教徒们恭敬称呼萧凡阁下，气若游丝的城管们称呼你为萧凡部长，剩下的市民们则狂热的呼喊你的名字，萧凡市长，您忠诚的混乱之都恭候您的到来。此时军团长的表情是这样子的，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，那就一起打在公屏上吧。军团长觉得自己可能还没睡醒，他出道这么久，什么诡异的情况没见过？有潜伏光辉教廷，结果被感化出家的；有卧底风流街，结果混成头牌的；有隐藏街头做小贩，最后做成连锁店的。但你这种人才，他确实没见过。不是派你来混乱之都学习先进技术当卧底的吗？你小子怎么3天就混成市长了？萧凡，你究竟是谁的人？你究竟信仰什么？呵呵一笑，我不信仰任何人，我只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。我的信仰只有这座城市，哪怕只有我一人，我也将为了守护我所热爱的城市奋战到底。金团长浑身颤抖，你他妈放屁！站上人，谁不知道你的道德底线有多低？等等，抬头一看，市政大厦上正进行直播，这货竟然在搞政治作秀，好气！招呼残存的痛苦士兵们一拥而上，可你的笑容愈发阳光。金团长大人，我的一位骑士朋友曾告诉过我，什么叫做一往无前的勇气。我将会教会你们赤诚面对自己缺憾的勇气。眼中光闪烁，发动了 X 光照明术，这是你所研究出的魔法。X 光也是圣光的一种特殊分支，控制着 X 光只穿透衣服而不穿透身体皮肤，于是全混乱之都都欣赏到了痛苦密教们的国体。系统也及时送来了提示，你引起了痛苦母神的注视。此时此刻，所有残存的市民们抬着头，注视着大厦投屏出的战斗，他们心潮澎湃。他们的市长是如此亲切，敌人是那般狡诈、残忍、卑劣，甚至是变态。这些变态们连衣服都不穿。金团长彻底疯狂！自己家那破学校何德何能出这么个怪物？早知道这样，一开始就该把你掐死啊，不让你毕了业去祸害社会。双眼通红，小凡来吧，我是要杀了你！方能洗刷受到了耻辱，一刀劈来，你却不闪不避，直挺挺倒在了地上。等等，手感不对，
这家伙是故意受伤，给这场正式作秀一个落幕的。而这一切也通过直播落在所有市民眼中，他们疯了一样的涌入时装大道，痛苦密教徒们瞬间就被淹没在了人海中。与此同时，魏海贤趁乱帮你调离战场，你走到大厦顶楼。好了，这下信仰之力都收集的差不多了，施法再也没有任何阻碍。欲望与月亮的母神，伟大的生命主母，灵界之上的永恒母亲。您天生的信徒笑凡奉上礼物，将这座城市献给您，邀您与我共进晚餐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发来的提示：4阶边境世界自由光辉之城已通关。好啦，阳光神官的第2季内容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，完结撒花。对后续还感兴趣的，可以在起点读书手机端搜索阳光神官就可以啦。第一个就是了，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128章，从这儿接着看就行。后续本书还会有更多的爆笑故事，边境3处的旅程还在继续。本作的确很精彩，虽然很多笑点都来自下3路，但真的很搞笑，属于老书虫看了都会很喜欢的类型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